美食博主意外穿越到一本小说里。就连家中的大平层也跟着穿了过来，还成为了文中女主的弟妹。本以为可以就此躺平，哪成想到自己的丈夫外出任务负伤，双腿残疾瘫痪在家，而自己的2个儿子，哥哥是未来贪官，弟弟是奸商，兄弟俩狼狈为奸，最后齐齐被拉去枪毙。这样的天崩开局，沈以沫当场就想要跑路，却意外发现想要解锁跟着穿越的大平层，需要依靠2个儿子的好感值，于是也只能走上贤妻良母的道路。沈以沫，你一个有手有脚的人，自己的孩子不看着也就算了，怂恿着孩子到我家连吃带拿还偷东西，果然是有什么样的妈就有什么样的孩子，小年纪手脚不干净还撒谎成性。沈以沫看着这一幕也是一头雾水，随后脑袋就是一阵剧痛，伴随着大量的记忆涌入脑中，沈以沫也是只能接受现实。看着沈以沫坐在床上一副深受打击的样子，赵文慧也是冷哼一声，偷了东西还不承认，居然诬陷说是小梦给你们的，还有没有廉耻心？你们现在马上当着你们爸妈的面给小梦道歉。不是我拿的，不是我拿的。这俩就是未来一路走到黑，一位贪官，一位奸商，被处以死刑的2兄弟吗？赵文慧的龙凤胎聪明伶俐，长大后一位从政，一位名校老师，前途无量。反观这兄弟俩，真是给看了都摇头。嫂子，土豆他一向不会说谎，到底怎么回事？人饿到极点，什么事都干得出，何况2个孩子，家里没人给他们做饭，我看他们可怜，好心请他们吃饭，可他们吃了饭。说到这里，赵文慧上前夺过土豆兜里的手绢，当着沈以沫2人的面展开，一个鸡腿映入眼帘。嫂子，我带孩子向你说声抱歉，是我没教育好他们。原本也没有什么，可这手绢是我的嫁妆，放在房里就让土豆顺了去，被抓了还不承认，小时偷针，大时偷金。今天土豆必须和小梦道歉。我没有，是小梦给我的。看着爸爸道歉，土豆满眼通红，挣扎着要去夺赵文慧手里的鸡腿，满眼仇视，最后是被他哥哥拦了下来。5岁半的孩子，眼神就成熟的可怕。弟弟东西给他道歉，哥。地瓜看着弟弟眼里的泪花，知道他没说谎，可形势比人强，他们吃了人的东西，不管真相是怎样的，都得低头，因为他们和小梦不一样，他们没有爸妈护着。等等，小梦，你过来。婶婶。和地瓜、土豆2兄弟一样，这小女孩也没过过2天好日子。自从赵文慧穿来之后，才体会到吃饱穿暖的生活。从小被亲妈责骂养成的怯懦恐惧还没有彻底消散。小梦，你告诉婶婶，那手绢是你给土豆的，还是土豆偷的？是。小梦，你要知道，如果你说谎，以后别人就会因为你的谎言，见到土豆就喊小偷。你也不想土豆被人误会的，对不对？如果是小梦被人误会当作小偷，一定也会很希望有人站出来说出真相。沈以沫声音温柔，耐心的样子简直让人不敢置信。赵文慧一副见了鬼的神情，面如死灰的兄弟俩也瞪大了眼睛。沈以沫，你还是别白费功夫了，我们小梦可不像你那2个儿子。是我把手绢给土豆的，妈妈给他的鸡腿他不舍得吃，想带回来给二叔，我就拿了手绢给土豆包鸡腿，我不知道妈妈会生气。说完最后一句，小梦心里的压力尽消，再也控制不住害怕，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妈妈不要生气，不要变坏，小梦知道错了。这一番话听得赵文慧脸色青一阵子一阵，怎么也没想到一向乖巧懂事的小女儿会撒谎。嫂子，那么现在是不是轮到你给我们土豆道歉了？2兄弟做梦都不敢想，有一天他们的妈妈会站出来替他们撑腰，都一副在梦里的表情。赵文慧第一次遇上这种社死的场面，仿佛被人抽了2耳光，僵硬在原地。土豆，是伯母误会你了，伯母给你道歉。说完，赵文慧哪里还站得下去，慌张把鸡腿塞给土豆，抱起小梦便匆忙出了小屋，连手绢也不要了。土豆，过来，对不起，土豆，是爸爸误会了你。不怪爸爸。转头瞥见站着的沈以沫，他头一缩，害怕地跑到季怀安的身后。恶婆娘，你又想做什么？是不是还想毒死我和哥哥？话一出，父子3人投向沈以沫的目光变得恼火，刚才的温情消失得无影无踪。原来季怀安还在部队每月寄来津贴的时候，沈以沫虽然对孩子们不上心，倒也不至于如死尸一样。直到季怀安被人抬回来，不过1个多月，沈以沫便崩溃了。想到未来的日子，便下厨做了一桌子好吃的，想要毒死2孩子一起死了算了。得亏土豆心疼小猫，偷偷喂了一小块肉，开吃之前猫毒死了，一家子才幸免于难。看着2脏兮兮的孩子和附带着1个脏兮兮的男人，沈以沫陷入沉默。老天爷啊，地狱开局莫过于此了吧？
爸爸吃鸡腿，鸡腿。爸爸不饿，你和哥哥吃吧。已经完全冷掉的鸡腿又发出馋人的香气，2声响动从肚子发出，瞬间引来2个孩子的注视。一声来自季怀安，一声来自沈以沫。见此，2孩子也是脸色一变，跟护什么稀世珍宝一般，立马将手里的鸡腿紧紧护住，生怕沈以沫来抢。沈以沫见状也老脸一红，赶紧转身离开了屋子。来到厨房，沈以沫蹲下看着面前的2个地瓜，听着肚子发出的交响乐，有点绷不住了。就在这时，眼前忽的一晃，再睁眼，沈以沫一整个惊呆。这不是我的家吗？真是没想到，上一秒还在绝望穿到这缺衣少食的时代该怎么活下去，下一秒就见到了曙光。只是别人都是带空间带系统，怎么偏偏就我带着自己家穿越了？沈以沫兴奋的上蹿下跳。作为一个美食博主，他家里最不缺的就是各种吃的，甚至家里还拥有一个堪比外面食品商店的仓库。沈以沫激动的满脸通红，只是在拉开门时，脸上的笑容消失了。这是为什么？我自己的家还带冷却的。不信邪的沈以沫拼命的拉，可不论他怎么努力，门都纹丝不动，反而憋出一身汗。本就饥肠辘辘的肚子像是在打雷，手脚也跟着发软。连穿书这样离奇的事情都发生了，带着大平层穿越也不是什么值得奇怪的事。那么家被冷却等待解锁也算正常操作了，只是暂时还不知道解锁的方式方法。虽然无奈，但沈以沫回头看着厨房，还是感到些许慰藉。幸好初始状态不是设立在厕所，不然就只能生吞沐浴露了。想到外头还在饿着肚子的父子3人，沈以沫赶紧去厨房煮了4大包老坛酸菜面。没一会，沈以沫就端着4大碗面条走到父子3人面前，面条香气四溢，2孩子长这么大都没闻过这么香的味道，口水迅速分泌，眼睛都直了。恶婆娘手里端着的到底是什么？怎么会香成这样？2孩子眼巴巴看着，可想到沈以沫的为人，即使口水泛滥成灾，也是挺着脖子一声不吭。我们才不稀罕，刚才的鸡腿可香了，你个恶婆娘做的东西根本比不上伯母一根指头。哼，我们肚子撑得很，才不稀罕你。我也没说要给你们吃啊，激动个什么？就在他们以为沈以沫会在一边坐下，当着他们的面大快朵颐时，端着面的沈以沫居然走了上来。季怀安，拿去吃吧。爸爸千万别吃，他一定往里下了农药，想要毒死我们。恶婆娘，你走，你走，谁要吃你的东西，我们就是饿死也不会吃你一口东西。上集说到沈以沫辛苦的给孩子们做了几大碗面条，孩子们非但没有感谢，竟然还出言羞辱。我土豆就是饿死，从窗户跳出去，也是绝对不会吃你这个恶婆娘一口东西的。真香！妈耶，这是什么面条香成这样？哥哥快来吃，真香！看着这一幕，沈以沫内心突的涌上一股酸涩感。知道穷，知道饿，不知道情况能到这种地步。我自认为是个接地气的人，知道即使在现代，还是有家庭吃不上肉，可面前这情况依旧让人……你吃好了吗？沈以沫点了点头，正奇怪地瓜想要做什么，就见手中的碗嗖的一下被拿走了。你煮面，我们洗碗。就这会儿的功夫，外头的天就已经沉了下来。静下心的沈以沫也开始思考着自己接下来的日子。想在短时间里让2个孩子接受自己总是不现实的，也不能一下子变化太大。算了，走一步算一步吧。看着臭烘烘的房间以及躺在床上动弹不得的男人，沈以沫也是头疼得很，简单的收拾了一下，就在角落里弄了张小床睡下了。天刚亮，沈以沫便醒了过来。你是要走吗？刚坐起来，一道暗哑的男声便传了过来。我现在就是一个废人，你想走，我不拦你。我什么时候说我要走了？床上的季怀安也是一愣，似乎有些不敢相信刚才说那话的人是沈以沫。妈，他呢？你们自己出去看吧。顾不上撒尿，2人匆匆忙忙跑出了房间。刚出房间，一股诱人的米香味便迎面扑来。你们怎么回事？出来不知道把衣服穿好，感冒了怎么办？2个孩子呆呆愣愣地看着桌上的饭菜，一脸的不可置信。里头有热水，你们擦擦脸，再把饭端进去给你们爸爸吃。洗完脸，土豆咽了咽口水，对桌上的吃食已经望眼欲穿。地瓜的自制力明显要好，出手拍开土豆的手，先给爸爸送去。恶婆娘，你可别全吃了。进屋前，土豆还不忘叮嘱沈以沫一句，小小的脸尽显忧愁。土豆，你以后要是再唤我恶婆娘，这样的饭就无了。你个恶婆娘，恶婆娘，恶婆娘！看着吃的狼吞虎咽的兄弟2人，沈以沫也是想起书中兄弟俩未来的结果，也是一阵叹息。注意到沈以沫投来的目光，地瓜也连忙护住了仅剩下的鸡蛋。你一直看着我做什么？我记得家里没有鸡蛋了，还有昨天的面条。小孩子家管那么多做什么？吃你们的就是了。再吵吵，我直接没收好吃的。这话一出，十分有效，2人立马闭嘴。恶婆娘，你是不是要走？要走？你听谁说我要走的？外面的沈婆说的。
他们说爸爸残废了，躺在床上不能赚钱，还要人端屎端尿。你是城里人，一定会跟男人跑的。说着说着，土豆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妈妈歹毒是一回事，没有妈妈又是一回事。要是妈妈跑了，他们可就成了没有妈妈的孩子。弟弟别哭，让这个女人笑话，要走就走，我们才不稀罕这种妈。不许哭，听到没？地瓜说话铿锵有力，一身正气，只是这种神情出现在一个孩子身上，形成的反差格外呆萌。这个臭小子话说的我像个反派一样，明明这兄弟俩以后才是大反派来着。我不走，我去打盆水给你爸爸擦脸。哥哥，坏女人好像变了，她肯下床了，也不凶我们，是不是和大伯母一样变好了？哪来的那么多突然变好的？狗改不了吃屎，她什么样你还没看明白吗？她肯定有什么大计划，弟弟，你可不要让她给骗了。可是哥哥，她能骗我们什么呢？她下毒失败，我们现在有戒心，她肯定想别的办法。你没听奶奶说吗？王寡妇和杀猪的好了以后，就嫌铁蛋是个拖油瓶，把他骗到车站丢了，还说谎说是铁蛋自己跑没的。铁蛋好可怜，要不是哥哥你说，我都不知道。还有，我们家的坏女人可比铁蛋妈更狠更坏，所以你得小心，千万别被骗走丢了。我是绝对不会中那个女人的奸计的。进屋的沈以沫全然不知外头两个小东西正在背着他搞阴谋论，倒是床上的季怀安在瞧见他端着个盆走进来时，神色复杂，用一种极度陌生的目光看着他。诺，自己拧毛巾擦脸吧。擦完脸，季怀安垂下眼眸，刚毅深邃的五官布上一层阴霾，显得落魄至极。沈以沫看着心中一紧，撇开眼，有点受不了这种氛围，太压抑了。我看外面出太阳了，家里的被子潮潮的，我想把床单被套取下来拿去洗一洗，被子暴晒一下，被套应该要2-3天才能干，晚上先将就一下，总比臭烘烘的要好。你们妈妈呢？那个懒婆娘是不是又躲在屋里睡大觉呢？遭天谴的，丢下你爸一个人，自己睡得舒服。天底下竟然有这样黑心肝的婆娘，心让狗吃了吗？继母李梅花看着俩孩子，嘴里骂个不停。我当初真是瞎了眼，就不该让你们爸爸娶她，就该让她和她父母到农场里改造。要不是我们老季家，她能有今天，不知道感恩也就算了，天天瘫痪在家，到底是怀安腿残了，还是她残了？李梅花骂起来连季怀安也不顾及，相当难听。小小的土豆躲在哥哥身后，眼底满是恐惧，这刻意大声吼叫，沈以沫想不听见都难。一大早上的嚎丧呢，嘴巴还这么臭，早上吃的屎吗？美食博主意外穿越到一本小说里，没想到第二天就被原主婆婆追着一顿臭骂。沈以沫，你怎么跟我说话的？我好心好意来看你，说你2句怎么了？整天像个死人一样，看看两孩子和怀安都让你搓磨成什么样子了。自从季怀安回来，头1个月还好，最近1个月，李梅花总得找机会上门来骂一骂。虽然回骂的都是沈以沫，可对于2个孩子和季怀安来说，精神攻击也是极为可怕的。妈，你少说2句吧，他刚才在里头收拾屋子，没有搓磨我们。我呸！老二，你也学会胳膊肘往外拐了？你媳妇是个什么德行？全村上下谁不知道？奶奶，你什么也不干，你说她不管我们死活，那你管吗？你不管的话就别说。令沈以沫诧异的是，地瓜竟然在这个时候站了出来，对准李梅花开炮。小年纪说话条理清晰，瘦小的身子挡在小土豆面前，破天荒给人一种顶天立地的安全感。你个小兔崽子，也跟你妈学坏了，小年纪敢这样和大人说话，看我不把你嘴撕下来！李梅花一个箭步上前，就要给地瓜个耳光。季怀安见状也是第一时间挣扎着起身去挡，谁成想连起身都艰难，更别说去护着孩子了。折腾了一下，反倒从椅子上摔了下来。爸爸，爸爸！俩孩子见到季怀安摔倒，被吓到了，连忙冲上去帮扶，红着眼眶怒视李梅花：“你坏，你坏！妈，和孩子动手，你这就过分了吧？难道孩子说的有错吗？从怀安受伤到现在，你有关心过一句吗？你只是害怕连累家里，匆匆忙忙就把家分了，让我们出来当过，不管孩子年幼，怀安身体不好。”沈以沫眸光凌冽凶狠的眼神让李梅花看了都有一瞬间的慌乱。你胡说什么？我自己的儿子，我能不疼吗？难不成我不疼？你这个跟人勾三搭四的骚货还能更疼？本来还不想说你的，谁不知道你和知青点的何知青勾勾搭搭的？我看你就是想要跟人跑，还有本事在这里教训我！你放什么五彩斑斓屁？我看你早上是真吃的屎，不知道往哪里排，到我这里来用嘴放屁。2个孩子在这里，你也不嫌恶心？那何知青是原主弟弟的好友，所以委托他来家里送点粮食，不巧竟让李梅花见了2次，转头就开始喷粪了。原主别的不说，成天躺尸，能和什么人搞一起？地瓜和土豆瞪大眼睛，第一次听到沈以沫骂人，从来不知道骂人还可以这么骂的。沈以沫，你就嘴硬吧，
我也是可怜你，你看看你，连文慧一根指头都比不上，人家把孩子收拾得干干净净，又能做菜干活，他男人也能挣钱，你还不知道吧？前些天你大哥怀平升副营长了。想必过不了多久，文慧就能带着孩子去随军了。再看你，十足一个祸害，在娘家的时候克父母，嫁过来了克我家怀安，都是被你给害了。好家伙，三言两语把季怀安意外负伤的事也按在老娘头上。我先前还不明白原主为什么成天躺床上不理世事，现在明白了，这是被折磨出抑郁症了，让我给克的。妈，你要是说这话，搞封建迷信，我可要上公社向领导汇报了。这年代可是打击一切牛鬼蛇神。作为军人的母亲，搞这一套传扬出去，丢脸可不止李梅花一个人。此话一出，李梅花也是肉眼可见的慌了。你瞎说什么？我什么时候搞封建迷信了？是吗？你们说说，你们奶奶说过那些话没有？要是妈妈上公社举报，你们敢不敢做证人？一听到公社举报，李梅花直哆嗦，连忙看向兄弟俩。奶奶没说过，你们可不能撒谎。土豆地瓜，你们好好说，奶奶一会儿蒸鸡蛋给你们吃。我听到了，你别想贿赂我，我可以作证。弟弟，你说是不是？是。听到这里，李梅花强装出的镇定也是不在了，随即想到什么。老二，你看看你媳妇孩子，满嘴谎话，他们这是要毁了我们家。妈，我是残了，但是眼睛没瞎。眼看着儿子也跟着胳膊肘往外拐，李梅花无法接受。妈，我现在是光脚不怕穿鞋的，这事是过不去了。你想怎么样？把淮安部队给的600补助还来，否则我就上公社举报你搞封建迷信，到时候抓起来游街也不是没有可能。两孩子一听到钱，眼睛都亮了，瞪大眼睛看着沈以沫，怎么也没想到平时宛如尸体的老母亲一出手这么惊人。好啦，合着你跟我绕来绕去，就是惦记上补助了。沈以沫，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打什么主意，就想拿了这笔钱跑路。我呸！妈，你可要想好了，反正我现在过得一团糟。你刚才说什么来着？大哥马上要升营长了，这要是营长的妈传出带头搞封建迷信，让公社上领导知道了，不知道刚晋升的大哥会不会受影响。李梅花在季家这么些年，还没被人这么威胁过，气得浑身发抖，哪里还有刚才进门的气焰？这些钱要留给淮安做检查康复用的，你拿去做什么？李梅花说话虽然依旧硬气，但明显一阵底气不足。2个孩子不用吃饭，你把钱给我就是，淮安的后续治疗我自然会负责到底。沈以沫掷地有声的话语不容置疑，那凶神恶煞的表情逼得李梅花后退连连。哪里还有600？这段日子淮安也没少花钱，就剩下300了，你爱要不要？说到这最后一句，他小心看了眼沈以沫的脸色，到底是怕他出去告状。妈，你就把钱给他吧。原本季淮安已经放弃了挣扎，谁让他有一个这样的妻子？钱被李梅花吞了，也只当他这个儿子最后一次尽孝。可眼前的情况却有些不同了，沈以沫竟然发生了转变。只有300。妈，把那600给一沫，以后我腿的事儿就不用你来操心了。话说到这份上，李梅花还能说什么？只能硬着头皮答应。土豆地瓜，你们跟着你奶奶回去取钱，记得1分不少的带回来。上集说到沈以沫一家4口一致对外，终于是将李春梅手中的补助金要了回来，但也是没想到家中最小的土豆竟然还跑到奶奶家玩上了趁火打劫。奶奶，你快点啊，爸爸还在家里等着呢，你再慢，过会儿妈妈该亲自找过来了。看着磨磨蹭蹭的李梅花，地瓜可一点不惯着，连连出声催促，还不忘搬出沈以沫吓唬他。想要使磨蹭大法的李梅花没办法，只能取了钱拿给地瓜。你们可拿好了，要是少了和我可没关系，真是白下了600块钱。不过以后二儿子就落在沈以沫一个人的肩头上，我到时候再出去宣扬一下给钱的事，全村谁不得夸我是个好婆婆？这钱也不算白花出去。土豆拿了钱，迫不及待的就要走，而地瓜却拦了下来。等等。取50、100、300、500、590，奶奶还差10块。我的算术是爸爸教的，不会有错的。李梅花也没能想到，一个5岁大的小孩能把这么一大笔钱算明白。这年头，10块钱也足够一家子生活大半个月了。你知道什么？这就是600，拿回去给你爸妈。李梅花推了把地瓜，挥手让他们兄弟俩走。土豆看到李梅花的动作，也是立马冲到前头。不许你欺负哥哥，坏奶奶！回头我告诉妈妈，让她收拾你。嘿呦，翻了天了，还以为我真怕你们那个妈不成。奶奶，你现在要是补上那10块，事情就当没发生。可你把我当小孩，故意耍我，出去我就满村说你漏了100不承认，欺负小孩。你想好了吗？是现在补上，还是我和弟弟拿着钱出去找人？李梅花一脸的不敢置信，刚在沈以沫那受挫也就罢了，现在2个小孩子也赶到他头上撒野。看来奶奶已经决定了，我和弟弟现在就出去。说完就和土豆一边走一边鬼哭狼嚎。
奶奶欺负小孩了，故意漏给钱骗小孩了。好好好，算你们赢了。随后就把钱塞到了地瓜的手里。这下好了吧？走走走。奶奶，刚才是刚才，现在是另外的价钱了。除非你再给1块钱，不然我回去就告诉妈妈你刚才干的事。土豆搓着手，双眼放光。3岁的孩子趁火打劫进行的十分熟练，完全不像是第一回。李梅花也是惊呆了，见鬼一般看着土豆。小兔崽子，讹诈到老娘头上了，看我不打死你们！我真是欠这一家子的，大的肺，小的白眼狼，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动静这么大，赵文慧也是从厨房走了出来。妈，发生什么事了？还不是那个沈。话说一半，想到什么，李梅花眼里闪过一抹金光。这个沈以沫撺掇老二要了家里600，他们是只顾自己快活，不管我这个老人以后的日子了。那600是老二的补助金吧？拿走就拿走吧，我在乎的是那钱嘛。老二再怎么说也是我的儿子，我能舍不得钱？我气的是沈以沫那个黑心肝的婆娘，你知道她拿什么威胁我吗？什么？他威胁我，要是我不把钱给他们，他就要上公社举报我搞封建迷信，这样就能把老大营长的位置给搞黄了。我这都是为了老大啊！这下李梅花仿佛受了天大的委屈，把自己描述成一个遭受恶媳妇欺辱的婆婆，为了大儿子忍气吞声。什么？他竟然这么歹毒，可算是开了眼。之前还以为沈以沫仅是无药可救，没想到这么黑心肝。你又不是不知道，她原本是要嫁给老大的，结果让你抢先一步，现在日子过得又不好，还不得嫉妒你，想要害人。接上集，门外晾被子的沈以沫看到带着钱回来的兄弟俩，不由挑了挑眉。你们这去的够久啊，我还以为你们受到阻碍了，还想着晾完被子找你们去，钱这是拿回来了。那是必须的，也不看谁去要的，我和我哥出马，2个顶5个。是吗？把钱给我，我来点点看。哥，把钱给他，让他知道下厉害，看以后还敢不敢欺负我们。地瓜沉凝片刻，还是掏出兜里一大卷钱递给了沈以沫。兄弟俩就这样站在太阳底下，顶着光看他点钱。怎么少了10块？土豆强装镇定，不敢看沈以沫，抬头看天，奶声奶气道：“是不是你算术不好，点错了？我看你算术不行，还是让爸爸算吧。”听到这话，沈以沫察觉到不对。你确定？你们爸爸要是知道有人搞贪污，他眼里可揉不得沙子，比我凶多了。不愧是未来的贪官奸商，小小年纪让他们去收个账，回来的路上还得吃掉一笔，此等不正之风，岂能任由滋长？好了好了，给你还不成吗？瞧你那小气样，那么多钱，拿10块给我和哥哥怎么了？土豆奶声奶气，本是他做错，愣是怪到沈以沫小气上。这钱你也不能贪污了，要给爸爸。你个坏女人，别想独吞钱。行，怎么不行？当着他们的面，沈以沫拿着那600块进了屋，径直塞给坐在客厅出神的季怀安。诺，你2儿子要回来的钱。季怀安低头，视线落在沈以沫丢在身上的一大卷钱上，顿了顿，1分没留，全部递给沈以沫。爸爸，不能都给他，他拿了跑走怎么办？是啊，爸爸，他心坏，拿了钱就自己买好吃的，不管我们。看到俩孩子忧心忡忡的目光，季怀安心中一疼，看向沈以沫时眉头轻皱。马上就要过年了，孩子们连身暖和的衣服都没有，你看看今天方不方便？上镇里去买些年货和棉花做衣服，再买些菜，辛苦你了。以后每个月给你生活费，支撑家里的开销。目前还不能确定沈以沫的心思，他的心从来都不在这个家里。一起生活了这么些年，我连他做饭这么好吃都毫不知情。同床异梦不过如此吧。从前我在部队里还是个手脚健全的人，能够养活一家老小，但是现在。季怀安觉得心力交瘁，看着2个孩子，才勉强打起精神。只是看到那双毫无知觉的腿，情绪就像黑洞无限放大，要将人吞没。作为季家最不受重视的老二，季怀安从小就像是在夹缝中生存，长大后入伍当兵，才逐渐找到自我。可这种日子没过多久，就被完全打破。年幼的孩子，心不在自己身上的妻子，将他视为累赘的父母。他有心想把2个孩子养大，可如今这样，除了拖累，还能做些什么？行，我下午去镇上买点东西，你也别沉浸在情绪当中了，情绪一放大，无休无止，你适可而止吧。沈以沫也不知道怎么安慰人，毕竟痛不在自己身上，无法感同身受，只能随意撂下一句：这是什么？疙瘩汤。但是刚才土豆和地瓜说了，钱不能给我这个坏人。但是这个疙瘩汤呢，是我花了时间成本和提供食物做的。既然你们不愿意给我钱，那我为什么要累死累活白白做东西给你们吃呢？这下可把俩孩子给问住了。土豆闻着那疙瘩汤勾人的香味，一个劲咽口水，没办法，只能求助一旁的哥哥。
你是我们妈妈，照顾我们是你的责任，难道这不是你该做的吗？那我要是不尽这个责任呢？你又能把我怎么样？什么该做不该做的？要这么聊天，我可就来劲了。沈以沫不按常理出牌，让地瓜有些进行不下去，但还是强撑着。你把我们生下来，连这点责任心都没有吗？早知道这样，你生我们做什么？说到此处，地瓜眼里泛起了泪光，紧紧盯着沈以沫，满脸倔强。到底不过是个孩子，在聪慧早熟，还是渴望父母的爱。那也不是我要生的，是你爸要生的。这甩起锅来，眼睛都不眨，不仅把俩孩子整不会了，连带季怀安也愣住了。那你说要怎样才能给我们喝疙瘩汤？爸，不行你就把钱给他好了，不过你要保证以后天天做好吃的。谈钱就浅薄了不是？这样好了，你喊我一声妈妈，这疙瘩汤就给你吃。自从季怀安回来以后，经历那次下毒，兄弟俩就再没喊过一句妈。听到这条件，兄弟俩都绷紧了脸。地瓜捏紧了小拳头，不知何时红了眼眶，怒瞪沈以沫：不吃就不吃，我才不像恶势力低。妈妈。接上集，土豆的一声妈妈，一下子就把地瓜好不容易聚集起的气势喊散了。你怎么能这么没有骨气？一口吃的就让你没有尊严、没有原则了吗？有吃的就行了呗，管他喊爸还是喊妈，不吃就饿死。土豆，你的意思是只要有吃的就是爹娘？喊上一句爸妈就可以有好吃的？这么好的事哪里有？我天天去。臭小子，你有没有脊梁骨？爸爸，你之前不是说过识时务者为俊杰，土豆要当俊杰？小奶音说着这么没有尊严的话，还一本正经的，真是又好气又好笑。我是让你这么用的吗？一个3岁半的小屁孩，居然就知道说识时务者为俊杰了。看来我这俩孩子的性格脾气真的是……哥哥，好吃好吃，快来吃！看到这里，肚子空空的地瓜咽了口水，却还是不愿意开口喊妈。哥哥，你就喊一句吧，妈妈下回还做好吃的。原则也不能当饭吃，都是自己家人，她本来就是我们妈，喊一下又不会掉根毛，怕什么喽？哥哥，了。声音虽小，但也算是破冰成功。哎，我的好儿子，快吃饭吧。饭后，地瓜指挥着土豆一起去洗碗，沈以沫也没忘记要去镇上采购的事。碗就交给你们了，我去镇上给你们买大肉包吃。谁知一听这话，蹲在厨房洗碗的俩孩子脸色骤变，走了出来，看着沈以沫，眼露紧张。你不会走了就不回来了吧？沈以沫心情复杂，看着这两个既陌生又熟悉的兄弟俩，其实他们的担心也不算没有道理。原著小说里的沈以沫，就是在1年后抛下他们，跟季怀安离婚，回了省城。原主的父母本都是知识渊博的教授，却因为被告发陷害，导致被下放改造。但是在1年后，高考恢复，紧接着又是改革开放，他的父母恢复原职。沈以沫不甘在乡下蹉跎，抛下孩子和残疾的丈夫，离婚回了省城，嫁给了门当户对的大学老师。几年后，土豆地瓜为了上学，还曾上省城求助过已经嫁人的沈以沫，得到的却是沈以沫一句乡下邻居的孩子，如同打发乞丐一般，将他们扫地出门。原主狠下心想要过上好日子，但奈何纸包不住火，婚后被爆出乡下抛夫弃子的行为，遭受2次离婚，精神遭到巨大打击，最后浑浑噩噩的在家里靠父母养活，结局凄惨。回忆原著，再去看面前两孩子的那双含有恐惧与担忧的眼睛，沈以沫也是神色微动，露出笑容。哪的话，我这么懒，会干出跑路的事吗？上镇里是为了给你们买好吃的，我说话算话，你们要是还不信，咱们来拉钩。拉钩？土豆犹豫的看了眼地瓜，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沈以沫笑容不变，伸出2只手的小拇指，示意两人伸手，就这样一人一边拉上钩。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谁变谁就是小狗。拉好钩了，咱们再用大拇指盖个章，就不许变了。土豆激动的满脸通红，从来没有体会过这种感觉。第一次和妈妈一起玩游戏，没有任何犹豫，咧着嘴就盖上了。那说好了，不许变。那是当然，拉钩不许变，这是我们的约定。好吧，那你去吧。沈以沫把事情一一交代好之后，这才放心离去。哥哥，妈妈好奇怪，以前不都是我们照顾爸爸吗？他教我们什么？反正我们得照顾好爸爸。可是哥哥，妈妈还会回来吗？她好像变得和大伯母一样好了，我不想她走。不会的，她不是和我们拉过钩了吗？说这话的时候，地瓜心里也没有底，甚至产生一股莫名的恐慌。那哥哥，我们坐到厅里，和爸爸一起等妈妈。接上集，准备去置办年货的沈以沫，听说今天村子里有车要去镇里办事，就准备去蹭车。刚到村口，就看到赵文慧被几个大妈围着。恭喜怀平媳妇了，听说怀平前2天升营长了，这眼瞅着就要过年了，怎么这营长还没回来？怀平娃孩子，我从小看他就行，现在可是我们季家村最有出息的孩子了。这不是怀安媳妇吗？
叫什么来着？对了，沈以沫。不愧是省城来的，这名字就是和我们乡下人不一样，有文化的嘞。小赏啊，你今天怎么出门了？已经差不多大半年没见着你了，在家里躺着就这么舒服的，你骨头不疼啊？张大妈一脸惊奇地看着沈以沫，宛如见到太阳打西边出来一般。对啊，起来了，这不马上过年了，置办点年货。是昨天上你婆婆那拿来的钱吗？小沈，不是我说你，没有你这么做儿媳妇的。你婆婆年纪也不小了，淮安又废了，留点钱给老人养老不是应该的吗？你怎么还能逼着你婆婆要回去呢？其他人也跟着附和，他们都是马上要熬到婆婆位置的人，自然看不得年轻媳妇嚣张跋扈。话音刚落，开车的人来了，挥手让他们上车，准备去县城。上了车，沈以沫也是第一时间反击张大妈。张婶子，这钱是淮安的补助，她不能工作了，我要回来养孩子有什么问题吗？养老又不急在这时，俩孩子可是着急吃饭，您不让我要也不是不行，等我还回去，家里揭不开锅了，我带着孩子上您家吃饭去。这话一出，两位大婶如临大敌，一秒静音，他们完全相信沈以沫是这样的人。换在平时，赵文慧是不会多管闲事的，可又一想起李梅花的话，拿这个来威胁人，谁不知道你家孩子不是第一回上别人家里吃饭啊？你是别人吗？伯母也是半个母亲，不过嫂子要是实在心里不舒坦，下回可以让小梦和小龙上我这边吃饭，我很乐意。软绵绵的一句话，将赵文慧的阴阳怪气堵了回去。没想到他会说出这样的话来，和从前卧在床上一动不动的人相比，完全是两个人。不过早就听说季淮安的媳妇是省城书香门第出来的，嘴巴厉害点也不值得惊奇。这话可是你说的，别到时候翻脸不认人。当然我说的。颠簸了半小时，终于抵达县城。听说国营饭店的红烧肉可是一绝，来都来了，刘婶、张婶，咱们一起去吃一顿吧。两大妈原本是不想去的，那消费太高了，可想了一下，3个人平摊，马上过年了，吃一口倒也没什么。好，走走走。这下巧了，沈以沫和地瓜、土豆约定好要去国营饭店买肉包给他们吃的，这不跟上都不行。他跟着咱们做什么？不会也想吃吧？包带他一看就是吃白食的料。这都穿到70、80年代了，还能遇上过年回村被集体讨论的场景。维军，这红烧肉比起省城的也太差劲了，味道发苦，油腻腻的，根本难以下咽。话语一出，就引起了前台点菜的3人组注意，随即便见到一个拿着铲子的厨师怒冲冲地走了上来。谁说我做的肉难吃？谁说的？难吃就是难吃，我花了钱还不能说吗？我当是谁呢？合着是来捣乱的，不吃就出去，别影响其他人，有的是人等着红烧肉吃呢。文慧，要不还是别吃了，先去看看。眼看就要有一场好戏在面前上演，两位大妈哪里还有心思吃东西，立刻就凑上去看热闹了。你说谁是来捣乱的？就是难吃，我说的，怎么了？你做的菜简直是糟蹋了肉，和省城的国营饭店比起来，不知道多难吃。那么好吃，你上省城吃去，我们这小地方招待不了你。你要真有本事，你去厨房做一道我尝尝，真好吃，我叫你一声爷，给你免单。没本事就憋着，别打扰我工作。说完，厨师便要返回后厨继续炒菜，青年也是气得不行。就在这时，我会做，可以免单吗？接上集，沈以沫的突然插手，把在一旁看戏的吃瓜3人组吓了一大跳。挑战县城国营饭店的厨师沈以沫，他怎么敢呢？哪里来的捣乱的？去！你刚才不是还很自信吗？现在怎么慌了？我慌了。想要免单，赢了我就行，可你要是输了，得花10倍价钱买下这碗肉，怎么样？你要是敢，我们就比上一比。两位大妈听到这话，吓了一跳，不敢想象发生在自己身上会有多可怕。这位女同志，你去比，输了算我的。那往厨房请吧。走就走。说做就做，在一众人惊异的目光下，沈以沫就这样和胖厨师一同进了后厨。这就起比了。那沈以沫是真不怕死啊！沈以沫敢这么干，就证明有点手艺在身上吧。那可是国营饭店的厨师，沈以沫再厉害，能比得过厨师？他也太败家了！刚拿到淮安的补助金，就这么挥霍。要知道，那可是淮安半条命换来的。等回去的，我必须把这事告诉你婆婆，钱绝对不能都放在沈以沫那。这女人她太败家了。张大妈也表示认同，占便宜也要看看自己几斤几两。你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刘师傅刚才是没认真，这会儿你跟他比，哪里是他的对手？拿着吧，看你这么可怜的份上，这杯奶茶给你吧。这奶茶不便宜吧？不贵的，最近我发现闲鱼有很多的省钱神券，奶茶咖啡9块9居然能买2杯，真的特别少。吃喝玩乐，我先推荐闲鱼，闲鱼真的太神奇了。真的吗？改天我也试试。随后沈以沫就开始低头处理着面前的五花肉，一会的功夫，整个饭店都飘散着肉香。
我的天，什么菜做的这么香？到底是大饭店的厨师，就是不一样。那小沈也太想不开了，他拿什么和人家比？一会儿我们也点一碗红烧肉吧，太香了，这把我馋的。心情被沈以沫打搅的赵文慧闻着肉香，也饿了，点了点头应下了。建华，实在抱歉，邀请你来县城做客，闹得这样不愉快。没成想因为一碗红烧肉闹成这样，愣是坐等了半个多钟头。万一刚才那女同志输了，还不知道该怎么收场。不碍事，反正我也不赶时间。倒是这个味实在香，不像刚才那个胖厨师做出来的味道。厨房里2人的红烧肉也都进行到了尾声，胖厨师也收起了最初的轻视，使出来250%的实力。外头的人也早已经等得不耐烦了，对着后厨望眼欲穿。突然看到胖厨师端着一碗红烧肉出来，都瞪大了眼睛。沈以沫呢？做什么肉做1个小时？人呢？该不会是害怕赔钱，尿断了吧？张大妈话落在胖厨师耳朵里十分中听。没多少客人，你们也过来尝尝吧，一起评一评，另一个应该马上就好了。是不错，就是还差点，比刚才吃的那碗水平提升的不止一点，不算难吃，只是还是有些发苦，肉腻腻的。听到傅建华的点评，吃进1块肉的2位大妈只觉得不敢置信。天哪，还能有比这肉更好吃的吗？小伙子，你说话要凭良心，这肉这么好吃，哪里不好吃了？说话间，沈以沫也端着红烧肉走了出来。做好了，你们趁热尝尝。香味扑鼻，五花肉块块被汤汁包裹着，只是一眼就让人移不开眼。放在一起，光看卖相，沈以沫这边的就胜出了一些。我来尝尝。这红烧肉入口即化，口感软糯，一点也不油腻，好吃，这是真的好吃。维军，你快尝尝。有那么夸张吗？确实好吃，的确可以比得上大城市饭店的水平了。到县城工作这么些日子，嘴里就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真的假的？真有这么神？张大妈表示不信，但当她把肉吃进嘴里，她才知道自己这么些年都白活了。怎么可能有这么香的肉？胖厨师见张大妈吃后一动不动，也是亲自尝了一块肉进嘴后，脸色骤变。你这肉居然做的这么好吃，是我输了，我技不如人。这位同志，你要点些什么？我来付钱，你随意。赵文慧不信邪，也跟着尝了口，下一秒看向沈以沫的眼神就变了。他居然有这手艺，给我4个大肉包子就好。胖厨师已经做好被沈以沫痛宰一顿的准备，没想到最后关头，他就要4个大肉包子。小陈，快点去装5个大肉包子过来。就在装肉包的时间里，傅建华认真地打量了沈以沫一眼，仿佛见了鬼一般，猛地站起身，瞪大眼睛。你是以沫姐吗？上集说到，刚赢下比拼的沈以沫正在等着拿自己的战利品，而旁边青年却突然站了出来，叫出沈以沫的名字。你是以沫姐吗？你是？沈以沫也是一惊，也是赶紧回想原著的内容。我是建华啊，你弟弟的同学，你忘记了？我之前还去过沈教授家里吃饭呢。对了，北木人呢？沈北木，沈以沫的亲弟弟，在父母被下放改造之前，他就代替姐姐下乡了。之后家被抄，他担心姐姐，所以才想出让姐姐嫁人免难的法子。季怀平和沈北木有交情，本想把姐姐托付给他的，没想到竟然被赵文慧抢先一步截胡了。北木他在另一个村子，我和他也好久没见了。我来县城之前和北木还有通信呢，只是找不到机会见面。会有机会再见的。今年就会恢复高考，以沈北木的学识。想到这里，沈以沫目光一滞。在原著里，原主的弟弟在高考恢复前，为了救人掉井里受冻，发烧医治不及时，肺部感染去世了。算起来就是这段日子了。发觉沈以沫突变的面色，傅建华以为他想到伤心事，不由叹气。以沫姐，过去的事就别再想了，谁也不知道沈芳会去举报沈教授，害得你们一家支离破碎。过去式就过去了，倒是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维军哥带我来的，你们县城钢铁厂厂长的儿子，现在是厂长秘书，以后遇上困难，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提。姜维军的注意力还在那碗热乎乎的五花肉上，直到被点名，他才后知后觉反应过来。钢铁厂，沈以沫想到什么？有机会，我想请姜同志帮个忙，可以吗？价钱好说，只是不知道上哪找你。这下就连傅建华这个介绍人都愣住了，没想到沈以沫这么不客气。以沫姐的忙，你可得帮。姜维军没办法，也是碍于建华的面子答应了下来。到钢铁厂直接报我名字就行，在这里留得够久了。建华，你不是还要参观一下厂子？对，那我就先走了。以沫姐，你要好好的，有机会再和你还有北木聚一聚。这个傅建华刚刚提起的沈梦本是原主的堂妹，平时就是个借住在女主家的透明人，但谁也没想到她竟然举报沈家私藏书籍，
这才导致沈家被抄，转眼间又勾走了原主的未婚夫。抄家之前，原主也是哭求着希望未婚夫能够娶自己，结果只是一厢情愿，所以到了乡下嫁给季怀安后，原主才会浑浑噩噩没个人样。沈以沫想到这，也是猛然发现原主最后的悲惨结局和沈梦这个人有绕不开的关系。原主抛弃孩子再婚后，是谁把消息透露给原主新婚对象的？这些在原著里都是一笔带过，现在看来，这个沈梦实在很可疑。沈以沫想得出神，却突然被打断。小沈，刚才那两位同志和你是什么关系啊？没什么关系，就是我弟弟的同学。还是以沫会做人，一听是厂长的儿子，那顺杆爬叫一个厉害。我刚看你吃肉的那个劲儿，还以为你爱吃肉，现在看来你是爱吃鱼，不然怎么这么爱挑刺？这一句话怼得张大妈无言以对，只能转移话题来掩饰尴尬。这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得快点走了，不然一会儿赶不上回村的拖拉机了。土豆地瓜，你们不在家里看着你们爸爸，跑出来干什么？我来等妈妈的。你妈妈？谁知铁柱听了，竟然和身后的孩子们哈哈笑了起来。你们妈妈不是整天睡在床上像个死人吗？别等了，你妈妈肯定不回来了。我妈说了，你妈长得像个狐狸精，肯定跟着男人跑了。呦，小土豆，你妈妈不要你了，你是没妈的孩子了。地瓜捏紧了拳头，面色紧绷，土豆眼里却是浮现出了泪光。不可能的，我妈妈一定会回来的。你们看这个傻子，你妈早跟人跑了，上省城了，不要你了，你还在这里傻傻的。一看土豆马上要哭了，孩子们更是来劲儿，指着他笑得更欢快了。原本还能憋上一憋的土豆，听到这里再也忍不住放声大哭，对沈以沫的信任瞬间稀碎。明明说好拉钩就不会变的，天都要黑了还不回来，以后再也没有人做疙瘩汤了。土豆你怎么哭了？接上集，刚回村子的沈以沫正好撞上在村口嚎啕大哭的土豆。妈妈！见到沈以沫的瞬间，土豆再也抑制不住，飞扑了上去。怎么了，土豆？是有人欺负你了吗？他们说你走了，不会回来了，所以弟弟才哭的。胡说，我不是和你们拉过钩吗？怎么可能食言？看看这是什么？隔着袋子，俩孩子都闻到那股香味了，顿时眼前一亮。是包子，是大肉包。土豆地瓜，这包子的来历可厉害了。是你们妈妈和县城饭店的厨师比试厨艺赢来的，不花钱的。此话一出，不仅俩孩子震惊的瞪大眼睛，连站在后头瞧热闹的大孩子们也都惊呆了。好了，外头冷，咱们先回家吧。当天傍晚，沈以沫在县城战胜厨师一事便传扬开了，成为季家村的头版头条。地瓜土豆，不是让你们在家里照顾爸爸的吗？怎么跑出来了？爸爸睡着了，我们无聊，就出来等你了。才不是，是弟弟一直等不到你，怕你不回来，所以才让我带他出去的。地瓜毫不留情地揭穿了土豆的谎言。哥哥坏，我出去的时候不是和你们保证过的吗？怎么搞得连这点信任都没有？就一次，以后都信了你。土豆轻哼了一声，颇为傲娇。天色渐暗，四周都静悄悄的，沈以沫三人也是终于到家了。你们先找爸爸去，妈妈先去收拾一下屋子。这家里什么时候多了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扔了还怪心疼的。妈妈可以把它们全部挂到闲鱼上啊，现在还有 AI 发布和托管功能，感觉卖闲置可方便了，轻松就能回血好几千，闲鱼真的太神奇了。那我可得赶紧试试。走吧，地瓜，收拾完了，咱们去找爸爸和土豆去。爸爸，这是大肉包，你知道是怎么来的吗？李大婶说了，是妈妈在县城和饭店厨师比拼没花钱赢来的。土豆拿着包子一脸的神气，仿佛赢厨师的不是沈以沫，是他自己。爸爸吃，土豆自己吃，爸爸不饿。没事的，爸爸，妈妈带回来4个，一人一个。听他这么说，季怀安才接了过来。见此，土豆终于满意的笑了，转头小跑着出去，告诉沈以沫包子爸爸吃了。我们土豆真棒，妈妈交给你的事总能很好的完成。深夜，沈以沫趁着孩子和季怀安都睡着了，独自来到厨房，一眨眼便进入了大平层。只是这次落脚点不同，不再是厨房，而是厨房对面的洗手间。沈以沫激动地看了许久，发现自己可以在这两处自由走动，只是依旧不能进入客厅。这是为什么呢？自己今天也没做什么大事，除了改善家里的条件，和俩孩子的关系破冰，比拼了一下厨艺以外，没有什么特别的。难道解锁大平层和改善家里有关系？沈以沫琢磨了一会儿，也拿不准。但洗手间的解锁已经让他无比惊喜，连忙打开花洒，舒舒服服地冲了个热水澡。此刻，沈以沫觉得自己就是这个天底下最快乐的女孩。
季淮安，我觉得不管在何种情况下，人活着就靠一股劲儿，只要这股劲在，不愁万事不成。可要是这劲散了，那就是真的废了。哥哥还真被你说对了，我们不打扰，爸爸妈妈关系就越来越好。知道就行，出去别说，保证完成任务。香喷喷的鸡蛋面，俩孩子抱着碗大快朵颐，一脸的幸福。都吃好了吧？今天我宣布个事，以后刷碗这个活就交给你们爸爸了，你们两个不许插手。你为什么让爸爸干活？你不知道他受伤了不能干活吗？妈妈坏，欺负爸爸。你们俩白眼狼，身上还穿着我新买的衣服呢，这就骂上了。吃完了饭就骂厨子，这事干的可不地道哦。他一开口，土豆的眼神便开始闪躲，地瓜却还在坚挺着，一副沈以沫不给交代誓不罢休的样子。是你不地道，不地道就要说。所以你们也觉得你们的爸爸是残废，需要人端屎端尿，不能自理，甚至说还不如你们两个小不点。接上集，沈以沫的一句话直接把两个小不点问住了，尤其是小土豆连个幼儿园学历都没有，哪里能想通这句话的意思？你什么意思？地瓜隐约知道了一点，可还不能确定，只能强撑着气势。爸爸作为一个大人，成年人，即使受伤了，也不会想成为这个家里的负担，靠我们照顾，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更让他开心。你们想想，换作是你们愿意被人这样照顾吗？俩孩子算是听劝的类型，听了这话，都开始认真思考起来。我不愿意。土豆，你怎么能轻易向恶势力低头？忘记哥哥和你说的话了吗？可是妈妈给我们肉吃，给我们买新衣服，不是恶势力。你忘了他要毒死我们的时候了？一点小恩小惠就让你忘记血的教训。季青林，你太让我失望了。地瓜，过来，我刚才已经解释过原因了，我相信以你的聪明才智，应该能理解妈妈没有坏心思，对不对？还是因为下毒的事，看你俩的反应，应该就是了。那件事的确是妈妈做错了，妈妈想不开，妈妈等下给你们买奶茶道歉好吗？亲眼见到沈以沫向他们低头道歉，还要给他们买奶茶，俩人也是逐渐放弃了挣扎。他们从来没见过有大人向小孩子道歉的，其他人的爸爸妈妈不管怎样都是先打一顿再说。其实妈妈是生病了，才做出那样的糊涂事。生病？妈妈，你生什么病了？这个世上呢，有一种病不痛不痒，但是能在精神上将你打垮，就像你们爸爸现在也有些陷进去的情绪，就像是黑洞，你越想就越陷入其中，那个黑洞就越来越大，逐渐将你吞没。当时妈妈就彻底陷进去，被黑洞给包围了，所以成天躺在床上半死不活。不过妈妈做的最不应该也最后悔的事，就是给你们下毒。说着说着，沈以沫突然给了自己一巴掌，都是我的错，我真该死。沉浸在他话里的俩孩子都被吓了一跳，土豆更是都被吓哭了。妈妈，你别打自己，你们别拦着。虽然我生病了，但是我做出这样的事，我罪不可赦，我对不起你们。妈妈，不怪你，你生病了，不是你的错，只要以后不再那样就行了。我喜欢现在的妈妈。那地瓜呢？还生妈妈的气吗？不气了，你改好，别再犯了就行。那太好了。虽然你向我们承认了错误，但你的错误太大了，所以我们决定要考察你。要是你再犯，我们就不认你这个妈了。嘿呦，小东西一板一眼教训起人来还挺有范儿的，小年纪就有父听的气质了，天生开会的材料，可以。不过你们俩也得表现好，你们要是不合格，我也不认你们这两个儿子了。妈妈，你不认我们，你去认谁？小土豆抱住手臂，哼了一下，这下给他气坏了。这个嘛，做人是相互的，你们要考察我这个妈，怎么就不允许我考察你们这两个儿子了？地瓜，你来说，这个世上还有没有正义了？当然有，可以，我认同你说的，我们相互监督。沈以沫差点笑疯，却还要摆出认真严肃听他们话的样子。那行，咱们既然达成一致，那么就赶快把碗筷给你们爸爸送过去，等会咱们一起包粽子。土豆，你包的好丑啊！臭哥哥，你的才丑。好啦，地瓜土豆，别吵了。快来和爸爸妈妈一起祝屏幕前的宝子们端午安康。首先感谢宝子们一直以来的支持。端午节到了，土豆送您1份安康，2份幸福；地瓜送您3份快乐，4份如意。愿大家生活美满，事事顺利。上集，沈以沫影帝加身，加上他的3寸不烂之舌，终于是说服了土豆地瓜，母子间的间隙也是有所缓解。但令沈以沫没想到的是，大平层的客厅竟也是意外解锁了。所以解锁大平层真的和俩孩子息息相关。这么说的话，厕所为什么能解锁，也就通了。那下一步是不是就要解锁衣帽间和仓库了？一想到自己堆满衣服的衣帽间和有着各种食物的仓库，沈以沫就止不住的激动。但随即又想到原主的弟弟沈北木，这马上就要过年了，沈北木插队的村子里
这，说近不近，说远不远，一个自行车也能到。可眼下这情况，自行车这样的大件我是攀不上了。不过隔壁住的王婶娘家和沈北木是一个村子的，经常走动，我倒是可以拜托一下王婶替我捎过去。随后沈以沫就开始一顿的翻箱倒柜，还取了一板布洛芬，最后将他们的包装全部换掉，一起装到一个袋子里，打包好这些，又根据原主的字迹写了一封信放了进去。做好这些，沈以沫也是终于提着包袱出门了。妈，隔壁地瓜的妈来了。不一会儿，王婶便走了出来，见到沈以沫，脸上也是一僵。沈妹子，你怎么来了？是有什么事吗？是这样的，婶子，我刚包了点饺子，就想着送点过来。沈以沫先把手中煮好的速冻水饺递了上去，饺子2个字一出，大强也是闻着味就过来了。这是给我们的吗？还热乎着呢，让孩子洗洗手吃吧。王婶受宠若惊，小心端过沈以沫送来的饺子，看了一眼，满心忐忑，赶忙邀请沈以沫进屋。沈妹子，你要有什么事，只要是婶子能帮上忙的，尽管开口。到底是什么样的大事，值得沈以沫送来饺子这样的稀罕玩意？嫂子，你娘家不是在王家沟吗？不瞒你说，我的弟弟沈北木就在王家沟插队。这不我嫁过来这么久，都没去看过一眼。马上过年了，就想问问你最近回不回娘家，能不能帮忙捎点东西？见此，王婶也是松了口气。我还当什么大事呢？巧了，我后天就要回去一趟，给家里送点年货。行，东西给我，婶子一准给你带到。那可太行了，我弟弟叫沈北木，再知青点，那就拜托婶子了。妹子，以后这样的小事你说一声就行，用不着送东西。瞧您这话说的，平时地瓜和土豆也没少麻烦你，送点东西给大强吃不是应该的吗？沈以沫这话说着让人舒心，王婶也是笑得合不拢嘴，亲自把沈以沫送出了门。翌日，王婶子带着大强回了趟娘家，人还没到家，第一时间牵着儿子找到了知青点。马上就要过年了，家里寄来了些咸菜，你们尝尝。陈后，你家里又给寄好吃的了，还不忘分给我们，年年都有，真够意思。这不是过年吗？对了，北木，你姐姐不是在隔壁村吗？怎么这么多年从来没见她给你送点什么东西？此话一出，大家都看向沈北木。哈哈，听说北木的姐夫残废了，家里还有2孩子，正揭不开锅呢，没找他要粮食就不错了，还接济他。别只吃糊糊了，这酱菜味道好，你快尝尝，也大半年没吃过这种好东西了吧？沈北木一言不发，倒是坐在他身边的人怒了。起什么哄？人北木姐夫是军人，出任务才受伤的，你们在这议论什么？说2句有什么？谁还不知道他那个姐姐在季家村都出了名的？一直沉默不语的沈北木眼里顿时投射出一股怒火。怎么的，沈北木都吃着饭呢，你还想打人不成？眼看着气氛愈发紧张，这时一道声音突然传了进来：“沈知青在吗？外头有人找，好像是王家的婶子，你姐姐叫来的。”接上集，一直被知青们冷嘲热讽的沈北木，终于是忍受不住，刚要爆发，却被外面的一道声音打断：“沈知青在吗？外头有人找，好像是王家的婶子，你姐姐叫来的。”说曹操就到，不会是家里没粮了，来找我们沈知青接济的吧？这话一出，大家顿时笑作一团，纷纷起哄，让沈北木快点出去。沈北木拳头捏紧又松开，起身走出了屋子。我们也出去看看吧，万一真是要粮，咱们能帮的也帮一把。柱子，你那不是还有1袋米糠吗？你就是以沫的弟弟北木吧？我姐姐是有什么话吗？没什么，就是你姐姐让我给你捎点东西来，这不是要过年了吗？捎东西给我。自从被抄家，姐姐就一下垮了，宛如行尸走肉一般。这些年一直浑浑噩噩，连2个外甥都顾不上，怎么会给我捎东西？可不是，你姐姐惦记着你呢。那地瓜和土豆怎么样？放心吧，你姐姐现在下地走动了，给家里照顾的妥妥当当，你照顾好自己就行。是啊，沈姐姐可好了，前天还给我送饺子吃了。跟出来的知青们本是奔着来看笑话的，没想到会听到这样的内容。饺子送给你吃。什么玩意？沈北木的姐姐家里不是都揭不开锅了，还能送饺子给别人吃？大强虽然年纪小，但一下就听出对方语气的不善。那是当然，送的还是肉馅的，你没吃过吧？这下可给林柱气得够呛，脸色铁青。沈知青，我就不跟你多说了，先带着孩子回娘家，你回头要有什么需要我带的，我明天回去，你提前带过来就行。好，多谢婶子了。沈北木眼露感激，送走了母子2人，才提着手里的包袱返了回去。你姐姐能给你送什么？不会是糠腌菜吧？沈北木不想理会这些人，但为首的陈浩却不肯放过他，铁了心要看里头的东西。沈北木心一横，索性打开包袱。可在打开包袱后，大家都愣住了。这是巧克力，在这穷乡僻壤，竟然还能见到巧克力这样的东西。你小子，你姐姐对你可不错啊。都是好东西，这白米面条大队长家都吃不上，拿去换点粗粮，够吃上1个月饱饭了。还有这糖果，稀罕东西啊！看够了没有？
不是爱看笑话吗？怎么不笑了？沈北木这边把众人的脸打得啪啪作响，简直就像成为了爽文男主。而沈以沫那边也没闲着，趁着孩子没在家，这两口子也正在上演着一出好戏。这裤子你自己脱还是我来脱？咱们速战速决，等会孩子该回来了。我自己来吧。你慢点，怎么有点疼？上集说到，沈以沫两口子正在屋里做着不为人知的事情，恰巧土豆地瓜兄弟俩也刚从外面掏完鸟窝回来。这裤子你自己脱还是我来脱？咱们速战速决，等会孩子该回来了。土豆，我们还是再出去玩会吧。怎么了，哥哥？没怎么，你听我的就对了。这都几点了？土豆地瓜怎么还没回来？被我擦不到，麻烦你了。其他地方我自己来。你现在别想太多，我会照顾好2个孩子的。至于家用，你的补助足够撑一撑。等到来年，国家的政策在变化，活人不会让尿憋死的，日子也会变好。到时候带你去省城检查检查，说不准还有办法治疗。听土豆说，你给小舅子寄了些年货，我想了想，家里的钱还是交到你手里比较放心。不用，没钱我会告诉你的。而且我寄年货用的也不是家里的钱。家里现在这么困难，沈以沫有些担心他会因此产生心结，所以才多余解释了一句。但是没想到，反而适得其反。就是用也没关系，虽然我现在补贴不了家用，大哥让我娶沈以沫，本是想着能够更好照顾她，结果到头来反倒拖累人家姑娘。剩下的你自己来吧，我去找一身干净的衣服。还有一天就是年30了，季家老大季怀平也是带着大包小包，各种年货赶了回来。这下可给家里的俩龙凤胎高兴坏了，围着他蹦蹦跳跳的。前来找龙凤胎玩的地瓜和土豆也是站在角落看着这一幕。这是地瓜和土豆吧？1年没见，都长这么大了。来，伯伯给你们糖吃。给什么给？白瞎了东西。你们妈拿了我那么多钱，连颗糖果都舍不得给你们吃嘛。走走走。妈，你这是做什么？和俩孩子计较什么？你是不知道这俩孩子和他们那个妈一样的脾气，外头冷，咱们进屋说，热茶都准备好了。土豆，以后可别这样上赶着了，那是小龙和小梦的爸爸，再这样让人笑话。可是哥哥，我就是很久没见到大伯，想他了，这也有错吗？为什么奶奶和爷爷都不喜欢我们？因为爸爸受伤了，所以爷爷奶奶也嫌弃爸爸，连带着不喜欢我们。以后我们不要再去他们跟前凑了。他们看不起咱们，咱们才不要凑上去。爸爸受伤又怎么样？我们以后会出人头地，让爸爸有面子。小土豆捏紧拳头，眼露坚定。弟弟乖，回去以后不要把这件事告诉妈妈，让她不开心。说完，土豆就牵起地瓜的手，朝家里走去。俩人走后，站在墙根的沈以沫也是缓缓走了出来。沈以沫本来是出来叫兄弟俩回去吃饭的，刚出家门就看见地瓜在训土豆，觉得有趣就偷听了会，没想到还有了意外的收获。俩孩子一个比一个机灵，晚上吃饭的时候也愣是没提一句被李梅花恶语相向的事，都在开开心心的吃饭。沈以沫看在眼里，心里挺不是滋味的，说不来的感觉，也是生平头一遭。妈妈，是我。黑暗中，低头看见土豆亮晶晶的双眼，稚嫩的脸上带着不好意思的笑容。妈妈身上好香，原来这就是妈妈身上的味道吗？接上集，土豆满足的靠在沈以沫的怀里，旁边的地瓜看见了也是一脸的羡慕。地瓜也想和妈妈睡吗？才不要，我才不想。季怀安失笑，岂能不知道大儿子的心思？地瓜也想和你睡，这样吗？地瓜，快过来吧。什么嘛，爸爸乱说的。话是这么说，爬下来睡到沈以沫身边的动作可一点不含糊。兄弟俩一人一边躺在沈以沫的身旁，闻着他身上沐浴露的香气，脸上的笑容收都收不住。天还没亮，沈以沫就早早的起来，进入了大平层空间，就开始手脚麻利的制作各种小吃。一会的功夫就堆满了整个台面。眼瞅着年30了，今天去黑市卖东西，绝对供不应求。忙完，外头已经是天光大亮，俩孩子一睁眼没看到沈以沫，也是心慌意乱，套上衣服就冲了出去。妈妈，这是什么？炸土豆，还有蛋糕，妈妈一早起来做的，你们赶紧刷牙洗脸。好耶，好耶。辛苦你了，一大早起来折腾早饭，一会儿我来洗碗。好啊，正好一会儿我打算去县城一趟。县城也好，你放心去吧，家里有俩孩子呢。话是没错，但是为啥听着这么别扭呢？什么叫做家里有俩孩子？我相信地瓜和土豆会照顾好爸爸的。老规矩，等我回来给你们带好吃的。妈妈，明天就过年了，你去县城做什么？当然是买好吃的了，家里的菜要吃完了。出了家门，沈以沫上了村里的大队长家，用了2毛钱和3寸金蛇借走了自行车，直奔县城。来日定要买一辆自行车，这年头没有监控，好办事，加上空间，事半功倍。
到地方，沈以沫把自行车往空间里一丢，来到厕所化妆，把一身行头准备好后，就开始进入住宅区，挨家挨户询问有没有要吃食的。想要去黑市，也不知道黑市在哪里，只能用最蠢笨的办法了，万一被抓，往空间一躲就成。沈以沫就这么做贼似的，经过了下午，倒也挣了40-50块钱，也挖掘了不少忠实客户。到这收纳盒，沈以沫也是进了最后一户人家。你是做什么的？阿公，我是来卖零嘴的，不好吃不收钱，有没有兴趣尝尝？倒是稀奇，你这丫头胆子够大。不好吃不要钱，那我得尝尝。就见老奶奶拿起一块雪花酥，随后就是眼睛一亮，看向沈以沫的眼神顿时变了。手艺不错，这在小县城居然能吃到这样的味道，这些东西想必也差不了。小姑娘，多少钱我们全要了。听到这，沈以沫也是一喜，这是遇到大客户了。随后也是连忙答应，放下收纳盒，数了数，一大盒能卖20块钱，可不便宜，20块钱，职工1个月工资呢。沈以沫笑了笑，看着老奶奶的模样，想到什么，伸手从兜里掏出3块香皂。奶奶，我这里有好东西，您感兴趣不？这个时候能用得起香皂的都是大户人家，何况还是这种喷香的，县城供不应求，只有到大城市才能买得到。果然，老奶奶一瞬间就心动了。这怎么卖的？可以不收钱。奶奶手里有自行车票吗？你要自行车票？沈以沫点头，看着老奶奶，眼露询问。行，跟你换。沈以沫也是一阵狂喜。这趟真的是满载而归了，不枉我天没亮就开始折腾，腌肉手都腌入味了。不一会儿，充满古早气息的自行车票就到了沈以沫的手里。那爷爷奶奶，我就先走了。小姑娘，下次还有好东西，记得悄摸过来。沈以沫捧着收纳盒到门口，迎面撞上一个人，乍一看，顿时有种汗流浃背的感觉。我勒个豆，我这是撞枪口上了吗？卖东西卖到厂长家了。接上集，赚了钱的沈以沫正骑着借来的自行车在县城里瞎转悠，而与此同时的老季家也正在上演着一出好戏。妈，明天就年30了，让二弟他们到家里来吧。不是我说你，怎么能把二弟赶出门去呢？他本来就负伤，心情不好，你还这么对他。一听这话，李梅花也是赶紧喊冤。哪是我赶他们，是你弟媳非要出去，嫌弃我和你媳妇碍手碍脚。那的沈以沫你还不知道吗？公主身子丫鬟命，我哪里能赶得了他？沈以沫的所作所为，季怀平当然有所了解，当初可是差一点就让他娶了沈以沫。想到这，他看了眼站在一旁的赵文慧。这次回来变化最大的就属他了，从前那样泼辣蛮横，现在像是换了个人。别的不说，明天得让二弟过来吃年夜饭，我去接他。那个沈以沫骗走了我的600块，喊话要和我们这边断绝关系。怀平，你在外头，你不知道那个沈以沫有多恶毒。你上村里打听打听，他拿了钱上县城一个人吃独食，勾搭小白脸，接他们过来，这个年还要不要过了？从县城高中回来的老三季怀建听到了也是愤恨不已。我和大哥不在，沈以沫竟然这么欺负爸妈，他还是人吗？要不是我们家，他早就跟着他父母去劳改了，还有今天的好日子，真是白眼狼。他是你二嫂，你能直呼他姓名吗？他那样畜生不如的事都干得出来，我直呼他怎么了？天底下竟然有这样蛇蝎心肠的女人，还不如让二哥和他离婚，让他滚去边疆农场捡羊屎牛粪。沈以沫自从听到老大晋升营长，就到处造谣老大的不是，前些天还想去公社举报我搞封建迷信，要把老大的晋升弄黄了。说到此处，李梅花也是不禁泪目。为了老大，我只能什么都听他的，要钱给钱，要粮给粮。本还想说些什么的季怀平听到这里，心里说不出的愧疚。要不是因为我，老二也不会娶沈以沫，都是我害了老二。但是转念想到老母亲平日里的作风，季怀平对他的话存了3分疑虑，不由看向赵文慧求证。见他点头，季怀平一颗心跌落谷底。你是不知道，那个懒婆娘多不是人，2个孩子成天饿着肚子，家里破破烂烂，淮安都是靠2个孩子照看。听到这里，饶是一向好脾气的季怀平也怒了。丈夫孩子都不顾，只知道自己快活，这不就是第2个赵文慧吗？听说今天他还去队长家借了自行车，又上县城了。大过年的，不会是像妈说的去找小白脸了吧？赵文慧实在是有些听不下去了。当时我也在场，没有什么小白脸的事。不过他的声音在闹哄哄的家里，显然起不到什么作用。不行，我得去老二那边看看。这下可别提李梅花心里有多得意了。沈以沫那个女人敢和我作对，一个卧床的丈夫，2个拖油瓶，就她一个人也敢和我叫板，我可是有儿子撑腰的。老大，我和你们一起去，要是没有老大在，我都不敢上老二那去，回去都得被沈以沫骂回来，我一个人实在是不敢。季怀平听到这里，捏紧了拳头，实在不敢相信沈以沫那个看上去文文弱弱的女人能狠心到这种地步。妈，你放心，有我在，她不敢。
上集说到，季怀平带着李梅花和赵文慧气势汹汹的要去找沈以沫算账，哪成想，本以为脏乱差的猪圈被打扫得井井有条，饭桌上的菜肴也正飘着浓郁的香味。走进屋子的季怀平看到这一幕，也是脸色一僵。大伯、大伯母，你们来了。地瓜和土豆条见进来的一行人，连忙站起身走了上去。听见动静，沈以沫也是赶紧从厨房走了出来。稀客啊，原来是大哥来了，什么时候到家的？我们竟然都不知道。赵文慧看着这焕然一新的家，还有桌子上的饭菜，哪有一星半点被虐待的痕迹？上回我来的时候，家里还和猪圈一样，这才几天，怎么就跟换了个房子似的？上次见沈以沫起来活动，还以为是3分热度，过会儿就现原形躺在床上的尸体了，没想到他居然会爬起来做3菜一汤。昨天刚到的地瓜和土豆都见到我了，没告诉你吗？季怀平脸上也是闪过一丝尴尬。怀安在屋里吗？我去看看他。哼，摆明了就是来兴师问罪的。要不是看到桌上的菜，怕是这会儿就发作了。我要回来的补助也是属于季怀安的，我1分钱没用，都花在家里3个男人身上了。每天起早贪黑，他们季家人可有谁搭把手？就知道兴师问罪这一套，就像谁不会似的。是来看怀安的，我看妈每回上家里来都是骂骂咧咧，还以为这次是带着大哥一起来教训我的，看来是我误会了。怀安就在屋里，你们进去吧。对了，吃过饭没有？要不一起坐下来吃点？这下别说3个大人，就是站在一旁的地瓜和土豆都听出妈妈话里的讽刺了。妈妈，不是我不告诉你大伯回来了，昨天大伯回来，我上去要糖果，被奶奶骂了，我才没有告诉你，怕你伤心难过。我知道爸爸受伤后，奶奶和爷爷都不喜欢我们，觉得我们是拖油瓶。地瓜的这一番话让季怀平脸上一阵烧得慌，手脚都不知道往哪放。赵文慧社恐也犯了，地板都快扣出31厅了。好样的地瓜，小小年纪就这么会来事。土豆也是不甘落后，扑到沈以沫的怀里。奶奶坏，每次来家里都骂人，骂妈妈，骂我们。大伯带奶奶来家里骂妈妈，我不喜欢大伯了。这俩孩子话一说，让季怀平听着简直羞愧到恨不得去跳河。妈，弟妹既要照顾2个孩子，还要照顾怀安，你不帮忙也就算了，怎么还来找麻烦呢？这一下子，李梅花成了众矢之的，明明是来找沈以沫麻烦耀武扬威的，结果被反手摆了一道。兔崽子，一早就看出来不是好东西，跟他们那个妈一模一样。赵文慧一直沉默着，见此也是忍不住了。以沫，这些不提，你要举报妈搞封建迷信，想要搅黄怀平晋升一事，是不是真的？之前我虽然讨厌沈以沫不负责任，不顾2个孩子的死活，但远没有他怀着坏心想要陷害季怀平来的让人生气。虽然我和季怀平没有什么感情基础，可这个家毕竟还要靠他。李梅花一听，可算是来劲儿了。这事我可没瞎说，就是他干的。指着沈以沫，像是沉冤得雪一般，差点没跳起来。但是就在大家以为沈以沫会拖拖拉拉，要不就是否认时，没错，我是这么说过。没错，我是这么说过。接上集，沈以沫干脆利落的一句话，把几人都惊得瞪大了眼睛。但是我也只是说说罢了。要不这么说，妈她能把怀安的补助金交给我吗？她3天2头过来找麻烦，一口一个残废的骂自己儿子，还拿大哥晋升的事来刺激我。家里没有收入，孩子们吃不饱穿不暖，为了逼妈把补助金交出来，我也只能出此下策。你们要是有异议，把钱还给你们也不是不可以。听到这里，原本还蕴含怒意的季怀平叹了口气，没想到是这么一回事。的确是妈做的太过火了，不怪你，钱是怀安的，怎么用我们没有资格插手。他都承认了，你还帮着他说话。妈，你就少说2句吧，他们已经过得够不容易了。季怀平也是忍不下去了，瞪了一眼还在不断找事的李梅花。我就知道季怀平回来，李梅花一准忍不住在他面前搬弄是非。在外人看来，眼下老季家最有出息的人就是季怀平了，谁有出息谁有面子。除了这些之外，老妈她还在背地里说我什么了？不会是一个人拿了钱只知道买，不顾孩子丈夫死活这种话吧？赵文慧也是早就受够了李梅花的霸道，连忙附和。昨天我还看见婆婆和李大婶聊天，说你在县城勾搭小白脸，要不是那天我也在现场，我还就真信了。可惜不管我在家里怎么解释，都没人愿意听我说话。牛啊，别人家都是议论外头人家里的事，咱妈专门造谣自家人，真是没想到啊。被这么2面夹击，李梅花也是显得势单力薄，嘴都瓢了。是李大婶拉着我说的，我怎么知道真的假的？传着就变味了，还不是你爱往县城跑，才闹出这些事来。妈，怀安不能动了，他不上县城，家里吃什么？能不能别无理取闹了？大过年的，非要搞成这样，怀安在里头听着呢，也不注意点。季怀平厉声制止了叨叨个不停的李梅花，随后也是迈步进了屋里。怀安，哥来看你了，身体怎么样？大哥，外头在吵什么呢？我好像听到妈的声音了。没什么，你还不知道吗？就是一些琐碎的事，我回头让他闭嘴，别成天上你这吵。季怀平拉过一旁的凳子坐下，仔细打量着季怀安，视线在他双腿处顿了顿。
正好我回来了，等过了年带你去省城再看看。不用了。季怀安喉间攒动，心底压抑。平时在沈以沫面前也就算了，什么丑样子都见过，可在他们面前，季怀安并不想展露自己不堪的一面。兄弟俩大半年没见，没想到就聊了2句，便有些词穷了。大哥、大嫂，天色不早了，我看小龙和小梦都没来，要不你们还是赶紧回去吧，别把孩子们饿到了。那也好。明天是年30，你们也一起上家里吃饭吧，一家人热闹热闹。大哥难得回来一次，季怀安也没有理由拒绝，强撑着刚要点头应下，却被李梅花突然打断。没听你弟妹说家里孩子等着呢，我们赶紧回去吧。你爸他们什么也不会，别把孩子饿着了。在他的再三催促下，季怀平也是话都没说完，就匆匆离开了。回去的路上，季怀平满眼的不解。妈，让怀安回去吃顿饭都不行吗？我好不容易回来一趟，他也很久没有跟我们一起吃饭了。你刚才那样是做给谁看的？是我不乐意吗？你没看到吗？想想怀安现在的处境，你让他来，不是存心让他难受吗？还是让他待在家里头吧？这一番话合情合理，也是说服了季怀平。之前还没觉得有什么，但被这么一说，刚才怀安的举动的确透着一股怪异。那到时候多送几碗菜过去吧。接上集，到了年30那天，季家果然没有再发出让季怀安一家子过去吃饭的邀请。妈妈，以前爸爸厉害的时候就在一起吃饭过年，现在爸爸受伤了，就没人理我们，其他人就算了，怎么爷爷奶奶也这样？我们不是一家人吗？人都是这样。大伯升职了，他们当然捧着他；我们败落了，过去只会遭人嫌，有什么好稀罕的？我才不过去。等以后我们长大了，有出息了，或的是他们过来祝贺的时候。在原著里，2个孩子在被抛弃后，一直都是村里人还有季怀安的战友捐助的，所以当地瓜出人头地后，对这些人可以说无原则帮扶，连村里的文盲都弄到县政府门口当保安队长，村里的残疾人和那些发烧烧坏脑子的，则弄到土豆开发的小区里当保安交5险1金，这也是他后来倒台的罪证之一。看着2个孩子失落的样子，沈以沫也是暗暗的有了个决定。土豆、地瓜，你们俩在家照顾好爸爸，妈妈出去一趟。如果饿了，就先把这些炸鸡汉堡吃了垫吧垫吧。妈妈，这么多吃的很贵吧？不贵的，地瓜。妈妈发现，在闲鱼有很多省钱神券，汉堡、炸鸡9块9就能买全套，真的特别省。吃喝玩乐推荐闲鱼，闲鱼真的太神奇了。妈妈先出去了，你们在家照顾好爸爸哦。姐姐，沈以沫停好车子，上前将围巾无比自然地围在他脖子上。血缘还真是个很奇妙的东西，才第一眼见到沈北木，就有种说不出的亲切感。怎么穿的这么少？大过年的，你一个人搬把椅子在门口吹风，这么大的人了，还和地瓜、土豆一样。姐姐，你怎么来了？你来了，地瓜他们怎么办？姐夫卧床，2个孩子还小，没人照顾。放心吧，我就出来一会儿，这不是接他们舅舅回去一起吃年夜饭吗？我还没告诉他们呢，打算给2孩子一个惊喜，他们回头见到舅舅，晚上该高兴的睡不着觉了。乍一听到能和外甥们一起吃年夜饭，沈北木心里一阵激动，只是转念一想，姐姐，要不我还是不去了吧？你们一大家子，加上我算怎么回事？姐姐的公公婆婆我都接触过，不是好相处的，我可不能再去添麻烦了。你操这么多心做什么？放心吧，就咱们自家人吃饭。走吧，你骑车载我，我骑累了，回去还指望你一起帮忙做年夜饭呢。本还想拒绝的沈北木听到这里，没有二话，长腿一伸骑上了自行车。好嘞，姐姐上车，我载你回家。姐弟俩的感情从小就好，否则下乡当知青的人也不会是年纪小的沈北木。他最怕姐姐吃苦，这才瞒着姐姐报名，孤身上了下乡的火车。沈以沫这边进行的一切顺利，土豆、地瓜那边却是有些不妙。我再问你一遍，你道歉不道歉？信不信我把你丢出去？哥哥，你放下哥哥，我道歉，我道歉。弟弟别怕，有本事就摔死我，我不怕，别道歉。怀平，把他放下，我们带着他们去见他们爸妈去，看看到了他们爸妈面前还有没有脸这么理直气壮。听到这，季怀平也是想将地瓜放下，但就在这时，沈北木正好骑着自行车带着沈以沫回来，见到这一幕也是赶紧冲上前。你这么大的人了，怎么还欺负孩子？坐在后座的沈以沫还没有反应过来，就见人已经冲过去了。这回定睛一看，我勒个豆，这不是自己家孩子吗？这欺负人还欺负到我头上了。接上集，沈以沫看到土豆、地瓜被欺负，也是赶紧冲了上去。土豆，怎么了？别哭，发生什么？告诉妈妈，舅舅也在这呢。这是你们舅舅，还记得吗？
夺过地瓜的沈北木听闻这孩子是自己的外甥，也是不由震动，与孩子的眼睛对上，紧紧抱住。这下子局面就变得有些尴尬了。赵文慧自认为是占理的一方，可没想到沈以沫姐弟会以这样的方式出现，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在欺负俩孩子。是土豆无缘无故欺负小梦，小龙为了保护小梦，被地瓜兄弟俩联手打了，所以我才让他们道歉的。地瓜被沈北木抱在怀里，死死盯着赵文慧一家。听到赵文慧的解释，他也是慌了一下，忙不迭看向沈以沫。妈妈，爷爷奶奶偏心，妈妈肯定也难过，而且这是我们确实冲动了。土豆，真是这么回事吗？小莫好心好意分享红包，土豆就打他。婶婶，你来评评理。土豆听到这话也是停止了哭泣，垂下头，一言不发。这会儿怎么不说话了？刚才你们兄弟俩不是挺厉害的吗？有什么委屈跟你们妈妈说啊？地瓜咬着牙，捏紧拳头，脸上满是气愤，却始终没有辩解一句。以沫，你也看到了，这俩孩子自己都心虚，也不是什么大事，就让他们给小梦道个歉吧。我相信土豆不会无缘无故动手打人的。土豆，你来告诉妈妈，到底怎么回事？你为什么要打小梦呢？土豆本不想在这么多人面前说的，听到妈妈的话，刚止住的泪水又忍不住掉下。对不起妈妈，是我的错。我听到小龙说爷爷奶奶不喜欢我们，还说我们是坏胚子，只给了小梦小龙红包，我就不高兴，就推开了小梦，然后小龙就上来打我，哥哥帮我，对不起妈妈，我错了。土豆低下头，一边掉眼泪一边道歉。原来是这么回事，孩子的心思确实敏感些，尤其是地瓜和土豆从小的生长环境有些奇特，现在季淮安负伤，本就极度缺乏安全感，现在连爷爷奶奶都这么偏心眼，难免极度有怨气。赵文慧和季怀平都没想到还有这么一档子事，也是立马不说话了。小龙，土豆说的对吗？是，我就是关心他们，问一问为什么今天不一起吃饭，爸，我不是有心的。说到这里，小龙也忍不住哭了出来。回家不到2天，季怀平就经历了2次这样的场面。想到刚才提起地瓜逼着道歉的举动，季怀平就感觉耳根发红，不敢去看面前的人，恨不得消失。小龙，你和地瓜土豆说这个做什么？小龙听了更加害怕了，躲到赵文慧怀里，哭得泣不成声。弟妹，抱歉，是我武断了，还有地瓜土豆是大伯的错。孩子的事就让孩子们自己解决，你也别责怪小龙了。土豆，抛开别的，你动手就是不对，快和小梦道歉，忘了以前伯母给你吃好吃的了，我们做错事就得道歉。原本难以说出口的对不起，在沈以沫的支持下，土豆竟觉得没有那么难以开口了。小梦姐姐，对不起，我不该动手拍你，我就是羡慕你，所以才这样的，我以后不会了，对不起，你能原谅我吗？没关系的，小龙也不该说你们，就当扯平了。赵文慧看到沈以沫这样的解决方式，心服口服，可一想到自家孩子嘴里蹦出的话，只觉得难以接受。坏胚子这样的话，谁教你们说的？是奶奶说的，我听到奶奶说的。真是没想到这个李梅花会影响到孩子们的言行，实在可恶。小龙，看到你土豆弟弟没有？你是不是也该和他们道歉？地瓜、土豆，对不起，是我说错话了，我道歉。这么说着说着，小龙觉得更委屈了。被欺负的是小梦，挨打最多的是我，凭什么最后还要道歉？好啦，孩子们的事他们自己解决就行。今天年30，得回去准备年夜饭了，你们也早点回去吧。地瓜、土豆，我们也回家吧。接上集，有了舅舅的陪伴，土豆地瓜也是很快就忘记了刚刚的不愉快。看着这一幕，沈以沫也是一阵叹息。假若原著里沈北木没有早逝，有这么一个舅舅，即使原主再不负责，这俩孩子也不至于举目无亲，走到最后的绝路吧。晚上这顿饭，沈以沫没有进大平层，而是和沈北木一起做了这顿年夜饭。从前的沈北木还是个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少爷，现在烧火做饭，手脚竟比我还要麻利。而正在烧火添柴的沈北木，看着自家姐姐做菜熟练的样子，也是从最初的目瞪口呆到心情复杂。以前的姐姐是从来不会做这些的。天黑后，不大的桌面上摆满了菜，丰盛的年夜饭，整个村子应该找不出第二家了。小北也来了，托你的福，家里也能热闹一些。这天寒地冻的，地里也没什么活，就留下来多住一段时间，也好陪陪你姐姐。这边说着话，俩孩子那边早已经吃得满嘴流油，更是化身成了沈以沫的夸夸机器。妈妈，这肉好好吃，好香。妈妈，我们长这么大都没吃过这么多好吃的。光看地瓜和土豆做什么，你也多吃点，都瘦成什么样子了？沈北木也已经好多年没有吃过这么幸福的饭了，很快一碗饭就见底了，还没等他开口，沈以沫就接过他面前的碗。姐姐，我吃饱了，别。你这样就要让地瓜和土豆笑话了，孩子都吃2、3碗，你这就饱了？舅舅羞羞。但随着沈以沫端着米饭出来，大家都是一整个惊呆了，不知道的还以为沈以沫端了座小山出来了呢。姐姐，你这也太夸张了。这多吗？你姐夫平时都这么吃的，淮安，你说是吧？
是我平时都这么吃。沈北木像是发现新大陆一般，古怪的看着季怀安，没有拒绝姐姐姐夫的好意。过程中，沈以沫也是不停给他夹菜，米饭刚吃下去，肉菜又叠起来。姐姐，你别再夹了，再夹我要撑死了。瞎说什么？北木，我告诉你，以后在家里吃饭，但凡让我看到你夹菜速度慢，就别怪我出手。现在先放过你。肚子吃得圆鼓鼓的沈北木没忘记最重要的环节，从兜里掏出了2张红纸包着的钱，一共是2块钱，地瓜和土豆一个1份。小北怎么能给这么多？姐夫，这是我第一次和地瓜土豆正式见面，你们别拒绝，不然以后我不来了。原本蔫巴的俩孩子立马抬起头，重燃希望。得了得了，就让孩子们收吧。季怀安诧异的看了他一眼，犹豫了一会儿，也是点了点头。谢谢舅舅，谢谢舅舅，我爱你。这个时候，季怀安从怀里也取出了红包，给了地瓜和土豆1人1毛，最后拿了一张大团结塞进身旁的沈北木手里。姐夫腿脚不便，回来以后一直没办法去看你，更没法照顾你，难得能见上，拿去买点好吃的。沈北木手心发烫，哪里好意思收？你是长辈，该给外甥红包，照理我这个姐夫给的，你也该收，不然2个孩子怎么好意思收？谢谢姐夫。哎呀，你们都玩这个，那我也得发一轮了，1人5毛，我可比你们爸爸大方。妈妈最好，最爱妈妈。最后，沈以沫才掏出一张大团结塞给弟弟。看着手里的红包，沈北木感觉沉甸甸的，因为这不只是钱，更是来自家人的关心和疼爱。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飞快，转眼就到了年初3。沈以沫借用了自行车，上县城转悠了一圈，又怒赚60块，加上之前攒的，终于足够买一辆自行车了。下午开开心心的返回村子，隔着老远的距离，沈以沫就看到张大妈家闹哄哄的。这大过年的，怎么乱成这样？沈妹子，你可算回来了，快把自行车骑过来，老纪吃了老鼠药，要送医院，快！接上集，刚到村子的沈以沫听到王婶的话也是被吓了一跳。婶子，怎么回事？还不是那个铁柱，不知道从哪拿来的老鼠药掉米缸里了。张嫂子舍不得白米浪费了，就洗吧洗吧吃了，这不把一家子都吃迷糊了。在原著里确实有这么个事，张大妈和女主表面交好，背地里没少说闲话，所以在原著里就遭报应了。一家子吃老鼠药进医院，季吉祥吃的最多，当场去世，其他人吃的少都活过来了。结果从医院回来，人死了要吃席，张大妈还是舍不得耐米，就又洗了几遍拿去喂鸡，把鸡毒死了，正好吃席，没开2度，张大妈又舍不得毒死的鸡，就开膛破肚端上桌，把村里大半人都吃迷糊，全进医院了。希望这一家子能没事吧？这是闹的。不过这张嫂子嘴巴也实在多，前几天和村里人说闲话，说你在县城勾搭小白脸，现在好了，遭报应了，真就离谱。那天在国营饭店比个厨艺，到他们嘴里就传成这样了。婶子，家里2个孩子还在等着我呢，就先不跟你说了。沈以沫刚到家，就瞧见拿着斧头在劈柴的沈北木。在2个孩子的加油声中，沈北木也是迷失了自我，越劈越有劲。都歇歇进屋吧，等下给你们做点好吃的犒劳一下。一会的功夫，桌子上就摆满了各种吃的。可能是累了的原因，沈北木和土豆地瓜也是眼睛都看直了。这炸鸡我们很少能吃到，真的太香了，让你破费了姐姐。没有，最近我发现在闲鱼有很多省钱神券，汉堡炸鸡9块9就能买全套，真的特别省。吃喝玩乐推荐闲鱼，闲鱼真的太神奇了。这菜真下饭，炸鸡也好吃。行了，吃完饭就继续砍柴吧，不然等你走了，我得累死。好的，姐姐，放心交给我吧。没2天，张大妈一家就从医院回来了。吃饭最多的季吉祥人直接没了，其他人吃的不多，都救了回来。喜事不请不去，丧事不请自到。吃席那日，沈以沫也去了，一进门就看见张大妈捶地痛哭。都是我糊涂啊，就该听儿子的把米倒了，我该死，是我害了老纪。多谢父老乡亲们愿意来送我父亲最后一程，谢谢大家。人已经去了，剩下的日子你们一家要好好过。季和啊，苦了你了，照顾好婶子。这年头大部分的人都是善良的，看见好好的一家子发生这样的意外，满心不忍。李大婶在前头安慰张大妈，李梅花也跟着哭，狠狠地共情张大妈。你也别太怪自己了，换成别人那也舍不得倒那米啊，那可是白米，倒了可不是造孽嘛。这3人组在村口闲话组织部那可是超级联盟，无人敢惹。村里的小媳妇见到他们都得绕路走。席面的菜大部分都是素菜，直到端上一碗鸡肉。该发生的还是发生了。我有想过会不会因为自己的到来产生蝴蝶效应，现在看来一切还是按照原著描写的发生。鸡肉来了，大家都快尝尝。
这张大妈今天倒是舍得，家里就2只鸡，听妈说有一只是专门下蛋给铁柱吃的，居然也舍得杀了。等等，眼看就要有人下筷，情急之下的沈以沫突然站了起来，都别吃，那鸡有毒。接上集，眼看着毒鸡肉已经上桌，情急之下的沈以沫也是只能用最直接的办法，都别吃，那鸡有毒。你瞎说什么？什么有毒？沈以沫，这没有证据的事可不能乱说。我当是谁呢？原来是支书家的儿媳妇，不是成天躺家里不动吗？沈以沫，我自认没有得罪你的地方，你怎么能说出这么恶毒的话？你说这样的话，是说我下毒害大火吗？苍天啊，大地啊，老天啊，我张桂芬是那样恶毒的人吗？沈以沫，你安的什么心到我家老头子的丧事上捣乱，让人走都走不安宁？你是人吗？张大妈，你平日里的为人大家都清楚，能把家里唯2的鸡都杀了给大家吃，你是不是用有毒的米喂鸡，把鸡毒死了，又舍不得浪费，所以端出来请大家吃？人命关天，在场这么多口人，你要是说谎，大家吃了有毒的鸡肉，唾沫星子都能淹死你。沈以沫公然戳破张大妈，满脸沧桑的张大妈也是当即愣住，有点怀疑人生。他是怎么知道的？吃了米，鸡也会有毒吗？沈以沫有理有据，在场的乡亲听了，还真觉得是张大妈能干出的事，皆是一脸怀疑的看向张大妈。老嫂子，你好好说，这鸡不会是吃了上回的米毒死了吧？这么隐秘的事在大庭广众之下被说出来，张大妈的脸色也是青一阵子一阵，瞪着沈以沫的目光格外的凶狠。吃个鸡还能毒死？那老鼠要走打近一点，都冲洗那么多遍，怎么可能还有毒？没有的事，我没做过，他在瞎说。沈以沫，你是爬在我们家屋顶还是怎么的？你就那么清楚我干过什么？你有证据吗？没有就是诬赖，你不吃就滚出去，我们家不欢迎你。张大妈心态崩溃的对着沈以沫破口大骂，像极了丈夫刚死就被人欺负上门的柔弱老人。行了行了，人老嫂子都说没干过了，沈妹子你就别再胡搅蛮缠了。是啊，已经够可怜的了。张大妈平时也就说了你2句，没必要把人往绝路上逼吧。大家都坐下，继续吃。沈以沫，你出去，别逼着我们干你。就在两方吵吵嚷嚷的时候，角落里的季三听闻鸡肉没毒，已经大半年没吃过肉的他，哪里还忍得住？趁人不注意，就夹起一块塞进嘴里。鸡肉里就是有毒，我把话放在这，不怕死的，尽管吃。你给我闭嘴！不吃就滚出去！在这里吵什么？还要脸不要？李梅花也是好不容易逮着可以光明正大骂沈以沫的机会，自然不愿错过。沈以沫，你再瞎说，信不信我回去让淮安和你离婚？你个黑心肝的，让人葬礼上也不安生。张大妈的儿子也是无比愤怒，走上前要把沈以沫赶出去。这肉怎么越吃越迷糊？声音不大，却引来周围人的注意。下一秒，就见季三直挺挺的栽倒在地上，不多时已经口吐沫子。不好，这肉里有毒，大家千万别吃，别吃！这一声引起全场人的注意，也都发现倒沫子的季三。张桂芬，你真的投毒？操！张大妈一家人也是集体傻眼了。妈，你怎么这么糊涂啊？这下可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也是索性大家都顾着看沈以沫挨骂，除了倒下的季三都没有动肉。葬礼成了投毒现场，这个季吉祥也是命够苦的，好不容易吃顿白米饭被毒死，葬礼上还放着那有毒的鸡，真是要笑死人了。要不是沈妹子发现的早，全村都得被放倒，县医院都救不过来，到时候万一上报纸，得被全国人民给笑话死。听到王婶的话，大家也是再次看向沈以沫。刚刚骂过沈以沫的李梅花和季永福也是尴尬的地面都快抠裂开了。接上集，张大妈家这席虽然吃得惊心动魄，但好在没有出什么大事，被毒倒的季三也是抢救及时，没有性命之忧。沈以沫也是一改了在村民眼中的形象。妈妈你也太厉害了，这下好了，我看还有谁敢看不起我们家？就是可惜这几天那么多人过来送好吃的，都被妈妈给拒绝了。这要是收下，够我们家吃好久好久了。这未来大奸商给领导送起现金土特产来，那是一车一车的送。现在看来这习惯是从小就有的，不仅喜欢给别人送，还喜欢收别人的礼。要是送钱，你不得更高兴？那是当然，钱叶谁不喜欢？想想都高兴。糊涂，这里怎么能收呢？要是传出去，我们家成什么了？你忘记爸爸教我们的道理了吗？哥哥，我错了，我不敢了。这小土豆认怂的速度倒是快啊，不过看他那滴溜转的眼珠子，显然还是贼心不死。你们兄弟俩自己的事自己解决，别找我。妈妈，你不厚道。要不是亲眼所见，我还真不敢相信原著里狼狈为奸的兄弟俩小时候是这个样子的。地瓜一身正气，真不知道长大后怎么会和土豆同流合污，忘了初心。不过现在既然我来了，希望有我的参与，能让地瓜守住初心。过完年，知青们陆陆续续从城里回来，沈北木也得回王家沟了。想到弟弟消瘦的身板，沈以沫便也是一阵心疼。
不行，我得多做点能够久放的吃食让他带去，省得天天吃地瓜粥配咸菜。说到这，沈以沫也是赶紧翻出冰箱里珍藏已久的冷冻了不知道多少年的极品牛肉，然后都做成了牛肉干，又做了点饼干点心，最后弄了袋子装了起来。姐姐，我又不是小孩子了，就这几十里路，我走走就到了。家里那么多事需要你照顾，这样一来一回多累。沈北木嘴上这样说，可脸上的笑容却抑制不住。过年这一趟，看到姐姐一切都好，我总算能放心了。我告诉你的话，你可得记在心里，别傻乎乎的，尤其是感冒生病了，我给你的药你记得吃。好，我一定牢牢记住。这还差不多。去他姐姐那一家人吃糠咽菜，不是我说，沈北木这样也太不懂事了。姐夫惨了，本来家里就够困难了，他还要凑过去给人制造困难。陈浩，你也理解沈北木，一个人过年冷清吗？北木回来了。二人对视了一眼，也是连忙出了屋子。本是想来看沈北木笑话的二人，没成想回来的沈北木不仅精气神十足，身后还背着大包小包不少东西。陈浩脸上的笑容也是瞬间消失不见。忽然瞥见旁边的沈以沫，也是神色一动，立刻上前。北木，这位女同志是……这下被我逮个正着，看你还怎么缠着舒月。而后面满脸笑容的少女听闻这话，脸色一变，也是打量着沈以沫，好奇的看向沈北木，不由紧张起来。弟弟，这些就是和你一起下乡的知青吗？你应该就是舒玉吧？北木这几天常常提起你，说你平时没少照顾他。这宋舒玉，父亲是省城医院的院长，没有几个月就会平返官复原职。在原著里，沈北木就是为了救掉进井里的他引起的高烧不退，英年早逝，而宋舒玉也因此抱憾终身，一生未嫁。本还在猜测沈以沫身份的宋舒玉听到这话，脸颊发烫，面露娇羞，哪还有刚才的清冷感？原来是沈姐姐，难以想象我面前这个面容清秀的姐姐，竟然会是别人口中对孩子和负伤退役的丈夫不闻不问的懒妇。我什么时候说过这样的话？姐姐这不是睁眼说瞎话吗？接上集，在看到宋舒玉难得的笑脸时，沈北木哪里还不明白姐姐的用意？北木，给你做的好吃的，别自己藏着掖着，分一些给小宋，人家没少照顾你，尤其是雪花酥，女同志爱吃。随后，沈以沫又是拿出一张大团结，当着众人的面塞给了沈北木。姐姐，你别说了，姐姐有空再来看你。时间飞逝，新年的快乐时光一眨眼就过去了。沈以沫和两个小家伙的关系也是越来越亲近。妈妈，雪花酥还有吗？妈妈别给，弟弟是拿着雪花酥出去显摆的，要给小花吃。小花，好啊，小年纪就知道拿糖果去哄女孩子了。妈妈，这种不正之风绝对不能放任继续增长，不然土豆小年纪就这么虚荣，以后还得了？土豆低着头，听着哥哥义正言辞的话，不敢插嘴，只是不停给沈以沫使眼色求情。这样好了，咱们做个买卖，你出钱，我给你货。咱们一家人还要花钱买土豆？你不是自己吃，是带出去给小花吃，那是另外的价钱。土豆第一次听说这样的话，震惊地看着沈以沫，试图唤醒他的母爱，但结果很遗憾，唤醒失败。那雪花酥多少钱？原本一块至少需要1块钱。1块？妈妈你怎么不去抢？妈妈你也太黑了，这1块多钱到县城都可以买1斤糖果了。去县城来回路费要不要钱？时间成本要不要钱？再说了，买糖也是需要糖票的，是你有钱就能买到的吗？你看这上面的果干都是大城市才有的，还有里头的奶粉，那一罐得10多块钱。要不是看在你是我儿子的份上，我能这么便宜卖给你？土豆瞪大眼睛看着面前的妈妈，一脸茫然，很明显已经被忽悠瘸了。好吧，儿子，看你有点钱也不容易。这样好了，5毛，成本价最低了。行，5毛就5毛，你给我1块，8毛2个，你要不要考虑一下？孩子还是太年轻，一算可以便宜2毛钱，立马像是占了大便宜，当即出手买下2块雪花酥，兴高采烈地出了家门。其实他完全可以免费吃的，你怎么不一起去玩？我想在家学写字，说着还拿出沈北木前几天给他留下的纸笔。好想去上学啊！要是我再大几岁，就可以上1年级了。你为什么会喜欢学习？在家里吃点好吃的，然后出去玩一玩，不开心吗？因为只有知识能够改变命运，改变人民和国家。舅舅告诉我，现在的国家正是需要读书人的时候，我要努力学习，快长大报效祖国。5岁的孩子竟能说出这样的话，这谁能想到这样一个孩子，未来竟然成了给大贪官？这当中到底经历了什么呀？可真是我的儿子哥，妈妈听了都想给你磕一个。妈妈，我是认真的，也请你不要嬉皮笑脸。地瓜目光坚定，小脸板正，小年纪就有了威严，在他的衬托下，沈以沫都显得稚嫩起来。好的，地瓜。不过这么一来，地瓜反倒不好意思了。妈妈，你为什么变得这么好？一点都不像你了。那怎么，你不喜欢现在的妈妈吗？
妈妈要一直这样，不要变好不好？哎，地瓜一向不擅长表达自己的情绪，不像土豆，开心就笑，不开心就哭，撒娇起来比小姑娘还要厉害。如果不是因为生活所逼，小小的孩子又怎会像这样不谙早熟？那是当然。地瓜，我教你签字文好不好？接上集，沈以沫正在家里教地瓜写签字文，刚写一会儿，就看见出去没多久的土豆垂头丧气返回，脸上还沾满了泪痕。弟弟，你怎么了？谁欺负你了？土豆，到底怎么回事？怎么3天2头出去被欺负？不会又和龙凤胎打架了吧？是奶奶把我骗去，掐了我的手，还把我雪花酥弄掉了，把我和小龙叫去，就打我一个人，她太坏了。妈妈，奶奶太欺负人了，欺人太甚，跟我走，看我怎么用道理制服你们奶奶。妈，你怎么能这样欺负小孩子？作为一个长辈，连最基本的德性都没有，你还要不要脸？我呸！你还来教训我？扣着我们家淮安的补助金，吃香的喝辣的，不管我儿子的死活，在县城勾3打4，你是人马？有什么资格来教训我？信不信我回头告诉我娘家人，让我7个弟弟过来教训你？还7个弟弟？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弟弟是葫芦娃呢。什么葫不葫芦娃的，一家拖油瓶，我就是欺负了还能怎么的？我操！请问你们知道季支书家在哪吗？一行人正处于爆发边缘，突然被打断，也都是齐齐看向了这2张陌生面孔。你们哪来的？打听季支书家做什么？是这样的，上回你们村上报的老鼠药一事引起公社领导的注重，听说有一位叫做沈以沫的女同志勇敢站出来，及时有效地阻止了意外的发生，所以我们特意前来表彰沈同志，希望能借此发扬这种勇敢的精神。竟然是公社的人，我们村的草长得真翠绿啊！得知眼前这2位竟然是赶来给沈以沫颁奖的，李梅花喉咙一梗，只比吞了苍蝇还要恶心，那叫一个膈应。我妈妈就在这里啊，不用上几支书家了。让2位同志见笑了，我就是沈以沫。好险，还好刚才没骂出声，不然这会儿得直接射死。没想到沈同志这样年轻，那正好和我们一起去村委吧，和支书一起给你颁发奖状。原本是应该马上和2位同志去的，可我的孩子刚才在这里玩耍，无缘无故挨了打，我得让那人给孩子道歉，不然孩子要留下心理阴影的。还请2位同志见谅，稍等一会儿，我马上就去。孩子打架是经常有的事情，互相道个歉就好了。不是小孩打架，是老人欺负小孩。什么？还有这样的事？这个沈以沫手段太歹毒了，在公社领导面前说这样的话，要是传到公社去，万一影响季永福，他担得起吗？不是，我是这孩子的奶奶，没多大事，就是看孩子调皮，拧了一下手。他的老姐妹一看到这情形，也是脸色一个比一个难看，纷纷后退，和李梅花拉开距离，生怕受到影响。奶奶说谎。明明是你骗我过来，然后掐我，我好好玩呢，我没调皮，你骗人，骗人，骗人！奶奶也不是故意的，回头奶奶给你们蒸鸡蛋吃。璎珞，你不是要去领奖状吗？快去吧，孩子我帮你看着。妈，我们作为家长要以身作则，做错了事也得和孩子道歉。您这无缘无故打孩子可不行。什么道歉？让我在这么多人的眼皮子底下和2个孩子道歉？这的沈以沫。奶奶，妈妈平时做错了事，也跟我们道歉的，为什么妈妈可以，你不可以？弟弟突然被你打，他也很委屈的，难道大人就不要因为自己的错误而负责任吗？好聪明的孩子，这么小的孩子说话就一套一套的。可不是，小孩子都知道的道理，可比一些大人要懂事。骑虎难下的李梅花看到这，也算是明白了，他今天要是不低头，沈以沫就敢拖着公社领导不走，也是气得牙痒痒。土豆，是奶奶做错了，奶奶对不起了，对不起了。剩下的人震惊地看着沈以沫，都没想到她这么刚，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一点面子都不给自己婆婆。我们走吧。接上集，来到村委的沈以沫也是被公社领导当着村干部的面狠狠地表扬了一番，郑重地颁发了奖状，还有一堆的礼品，连带着跟在沈以沫身边的地瓜和土豆都风光了一把。回去的路上，土豆也是一路昂首挺胸，完全忘记了之前哭着跑回家的样子，呲出大牙，笑的那叫一个开心。妈妈，现在你就是我和哥哥第2佩服的人。为什么是第2？第1是谁？第1当然是爸爸啦，爸爸可是上过战场，打过敌人的。妈妈，你自己说你能比得过爸爸吗？你个臭小子，那倒是，我的确比不过。妈妈也不用太难过，第2也很厉害了，这下好了，以后我在村里走路都可以抬起头来，看谁还敢笑我。这俩孩子一直以来遭受了太多异样的眼光，自卑深埋在心底，今天也算是释放出来了。到了家，沈以沫一如既往地进入大平层，准备洗个热水澡，却惊喜地发现仓库门口的雾气消失了，也是赶紧走了过去。
看见比客厅还大的储藏室堆满了各种食品，沈以沫也是笑得合不拢嘴。这下可不愁吃的了，就这仓库拿出去都能开个小型商店了。过2天再给北木还有爸妈都送点好吃的，改善一下伙食。2月底的天还是冷的一批，白天还好有太阳，夜晚的风冷得像刀。宋书玉从小身体弱，此刻也正在费力地打着水，一阵头晕眼花地拉拽着。书玉，我来帮你，别动。一声巨响，提着木桶的宋书玉一头栽进了水井里。陈浩也是吓懵了，脑海一片空白，愣住半分钟，内心疯狂挣扎。要是去救宋书玉，一定会感激我，而且这样亲密。可是这井也太深了，万一失足，就会一起死在里面的。快来人啊！宋书玉掉井里了，救命啊！宁静的知青点被这一声咆哮打破，在屋里的人齐齐涌出，冲向井边，吓得手脚发软。这怎么办？我也不会水啊。把绳子丢下去，让他抓住拽上来。不行，他没劲儿抓不住啊。不好，宋书玉晕过去了，快去村里找人。而刚去后山喂完猪回来的沈北木，看到这乱哄哄的场面，也是冲了上去。怎么回事？宋书玉掉井里了。沈北木脸色煞白，愣了一瞬，毫不犹豫往前冲，拨开人群。你们配合我，我下去，丢绳子拽我上来，快！说完，找准位置，就一头扎进冰冷刺骨的井水里。周围人也是吓了一跳，连忙丢绳子，准备拉2人上来。宋书玉躺在地上，面色发白，毫无反应。一伙人围着他，心急如焚。他没呼吸了。你们让开！你想做什么？沈北木，你要耍流氓！陈浩冲上前去，一把拽开沈北木，怒目相视。刚才救人的时候，他犹豫不决，沈北木的出现就像一个耳光扇在他脸上。这会儿又见沈北木对宋书玉动手动脚，哪里还能忍受？我在救人，真服了！要命的时候竟然还在想这些。沈北木跪在宋书玉身旁，深吸一口气，对准他的嘴深深低下头。围观众人惊呼，哪里见过这等场面？陈浩更是目眦欲裂，给林柱使了个眼色。2人上前共同伸手去抓沈北木的手臂。你们在做什么？骑着自行车过来的沈以沫见此情形，脑海也是空白了一瞬，迅速反应过来，一把拽过陈浩。接上集，看到弟弟被欺负，沈以沫也是上去就一个巴掌。闹什么呢？分不清轻重缓急，真要出人命，你们负得起责任吗？你们想做什么？这时，昏迷不醒的宋书玉咳嗽出声，嘴里也是有水不断吐出，逐渐睁开了眼睛。吓死了，还好没事。活了就好，活了就好。你们快把他扶进去吧，赶紧烧点热水洗一洗，换身干净的衣服，不然该生病了。听到这话，还沉浸在恐惧中的知青们迅速回神，手忙脚乱地将宋书玉扶进了屋子。你也去吧，厨房在哪？没想到一直担心发生的事情，今天正好被我撞到了，还真是够巧的。赶紧去冲热水澡，还不快去？哎，好，姐姐你等我，我马上好。沈北木朝沈以沫笑了笑，才感知到冷一般，浑身哆嗦了一下，赶忙朝屋里跑去。沈以沫紧跟其后，走过陈浩几人身边时，冷冷瞥了他们一眼。你先吃着，我去看看宋知青。沈北木一听到宋书玉的名字，也是眼前一亮，看着沈以沫，你放心吧，我看过情况就告诉你，看你那不值钱的样，活脱脱一个恋爱脑。陈浩当场就懵了，还以为他是个能扛事的，没想到这么不中用。以沫姐，这是姜茶，你趁热喝了吧，有力气了再去县城复查一下。以沫姐，谢谢你们，不然我怕是活不成了。俗话说得好，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你的福气在后头呢。喝完好好休息，睡上一觉就没事了。等着宋书玉喝完，沈以沫便出了屋子。另一边的沈北木还在记挂宋书玉，见到沈以沫回来，饭都顾不上吃了，连忙起身，满眼期待。放心吧，已经睡下了，一会儿你有空灌个暖水瓶给人暖暖肚子，要是发热了，就把我给你的药分他吃一粒，再去县城。好的姐姐，我记住了。看着这样的弟弟，沈以沫只能无奈叹气，接着又递上刚冲好的666感冒停，喝了再把手包扎一下，还好是冬天，伤口没那么容易发炎。防范未然，绝不能让沈北木重复原著的结局。做完这些，又嘱咐他穿暖和点。沈以沫这才返回了季家村。今天在地里，季瞎子和季常规媳妇拉拉扯扯，你们看见吗？谁说不是呢？我也在呢，亲眼看到了。谁不知道季常贵家是村里最穷的？他老娘身体也不好，那也不能看上季瞎子啊，图啥呢？季瞎子比季掌柜还穷，能图什么？图他厉害呗。什么厉害？说详细点。你个不知羞的，孩子们还在那玩呢。沈以沫隔着老远就听到他们的笑声，余光瞥见一位面如死灰的女人拉着一个脏兮兮的小女孩从村口走过，被一群人投以异样的目光。
呦呦呦，李大婶不在家里带孙子，又出来说人闲话呢。季长贵的事我知道，亲眼看见了。桂花嫂子不就是被季瞎子问了一下草药的事，看不清楚拉了一下桂花嫂子的衣角，一个瞎子，你们至于吗？李大婶脸色铁青，显然不服气。可沈以沫拉来公社领导教训李梅花的事还历历在目，他再傻也看出来这个沈以沫不是一个好欺负的，也是索性直接不说话。沈以沫见此也是不耐烦的骑车走了。张桂花上吊了。接上集，突然被喊醒的沈以沫也是一脸懵，怎么回事？没救回来吗？半夜上吊的，发现的时候都凉了。因为那些人的风言风语，那不然还能有什么？那些大嘴巴没事干，就知道说三道四。赵文慧也是无法理解，听到的时候吓得不行，昨天还活生生的人，今天就死了，单纯来告诉沈以沫一声，分担一下惊吓。说完没多久就走了。没想到隔天季长贵也上吊了，觉得没有脸活下去，老婆被人摸了，他成为全村人的笑柄，给祖宗丢脸。这下整村子也是都为之震惊，村口的长舌妇们也是终于安静了一段时间。地瓜，土豆上哪去了？好像是去帮小花割猪草了。3、4岁的小屁孩就知道去人家女孩子面前献殷勤，那是人家小花爸妈交给他的任务。土豆凑什么热闹？刚提到土豆，他就从门外走了进来，看上去玩得挺尽兴，笑容不断。土豆，你干嘛去了？当然是陪着小花割猪草了。自己家的活不干，跑去给小花家干。今天的碗还是季怀安洗的。再看这臭小子，一溜烟跑去帮人割猪草。那晚上的碗我来洗。一家子正在说说笑笑，好长时间没见到的李梅花忽然出现，手里提着一袋红糖，笑容满面的走了进来。都在呢，正好晚上家里边做了好吃的，怀见的对象也来了，是县城的姑娘，你们也一起来吧。李梅花笑盈盈的放下红糖，千叮咛万嘱咐，热情无比。沈以沫不想去还不行，看着季怀安应下后，他才肯离开。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爸爸妈妈，我们可别去。沈以沫赞同地瓜的想法，可拿不准季怀安的心思。地瓜不能这么议论长辈，这样可不礼貌。地瓜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没再开口。倒是土豆持不同意见，去了怕什么？有饭吃我们就吃，有便宜不占王八蛋。那万一你奶奶惦记你口袋剩下的压岁钱怎么办？一听这话，土豆也是笑容消失，一脸严肃。他惦记就惦记，反正我又不给，我吃了饭抹了嘴就走。他要是不惦记，我就和他说谢谢。土豆的立场非常坚定，地瓜也是。吃人嘴软，拿人手短，收了人家的好处，怎么能不给人办事？不去。可是奶奶说了，有炸鸡腿，我好久没吃了。妈妈也可以给你炸啊，你就那么馋？妈妈炸鸡腿花的是我们自己的钱，吃奶奶家的，不用花钱，省一顿有什么不好了？我们家本来就钱不多。好家伙，我竟然觉得土豆说的很有道理，那就去了。也是不由看向季怀安。好。早就知道季怀安有些异动，李梅花难得主动邀请，缺爱的小孩就是这样，不管父母怎么偏心，稍微给点好脸色就容易心软，总要在一次又一次的无情对待下才能认清。老季家在村头，走路要5、6分钟，难得全家出动，引来不少人的注意，纷纷和季怀安打招呼。沈以沫他们到的时候，李梅花正拉着一位少女在热聊。怎么把他们也叫来了？对象第一次登门，看到男方家里的残疾，二哥心里会怎么想？这不是存心来搞破坏吗？接上集，眼看着人到齐了，李梅花也是张罗着大家赶紧上桌吃饭。大嫂做的菜比我家里做的好吃多了。文静，你放心，等你到了我们家享福就行。你和他们不一样，你是城里来的姑娘，以后做饭打扫这样的活儿，有的是人干。小姑娘就是太单纯，这个时代信息也不如现代发达，还傻乎乎的觉得李梅花好相处。要换做现代，早就一堆人开叉车把她插走了。怀建是我们家第1个高中生，怀平、怀安都是初中毕业就没上学了。怀平辛辛苦苦也就是个营长，以后我们家最有出息的一定是怀建。说这话的时候，李梅花还特意扫了季怀安一眼。怀安的事你们不用操心，他退伍的补助够养活自己了。听李梅花这么说，郑文静也是松了口气。大哥二哥是军人，我最佩服军人了，伯母教导有方。说到城里姑娘，以沫还是省城来的呢，而且论做菜，我哪比得过以沫？那下次文静再来，让以沫做菜，你尝尝鲜。我也听说了，以沫在县城可是把国营饭店的厨师都比下去了。地瓜和土豆听到这里，鼻子都气坏了，狠狠盯着李梅花，眼露不善。我们又不是一个家，听外头的人说我们分家了。
算了，妈妈为什么要来做菜？奶奶又不给工钱，有工钱的话那就可以。这孩子还真是钻钱眼里了，也不知道跟谁学的。李梅花笑容僵硬，被一个小孩子下了面子，心里说不出的膈应，但在外人面前，李梅花也只能忍了下去。这顿饭吃的也算是宾主尽欢。奶奶，我可以再拿一个鸡腿走吗？一会儿肚子空一点还想吃。个死鬼头他的妈也不嫌丢人，走了还要带一个鸡腿，带吧，奶奶给你夹。在郑文静面前，李梅花不好发作，硬是挤出笑容，给土豆夹了鸡腿让他拿走。吃完饭，季怀建也是趁着天还没彻底黑下来，赶紧送着郑文静回县城。爸妈，没什么事，我和以沫就先回去了。你们等等，正好趁着你们都在，有些事要说。一旁的地瓜也是猛地抬头，果然有事。是这样的，怀建马上要毕业了，文静的父母是县城厂里的工人，就这么一个女儿，我们决定让他们把事先定下来。这是好事，17、18岁订婚在现代算早，可换在这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郑家说了，要3项一转，除了缝纫机、手表、自行车、收音机之外，还要300的彩礼。你们也知道家里的情况，之前把淮安的补助给了以沫后，就没剩多少钱了。自行车家里有，剩下的我和你们爸咬咬牙能买下，就是这300彩礼跟你们出了。赵文慧听到后惊得目瞪口呆，没料到李梅花会这么不要脸，小儿子娶媳妇叫他们出彩礼，这算哪门子的事？地瓜脸色也是漆黑一片，捏紧了拳头，也被恶心坏了。妈，听你这话的意思，好像家里是被我给弄穷的。没分家以前，那么些年淮安往家里寄的津贴，可都在你手里，我可没用一分。吃饭不要钱，你俩孩子不用穿衣吃饭。幸亏土豆出去玩了没能听到，否则一听到300块这天文数字，不得炸毛。妈，你也知道要钱，所以我哪来的钱？孩子们不得生活吗？再生活也用不掉600，这样你先拿200出来，等以后家里有富裕的再还给你们。说是借，可也要有个期限是不是？再说了，我打算带淮安去省城检查，一来二去处处都得用钱。说真的，要不是你们开口找我借，我还想找你们支持一下呢。接上集，沈以沫的一番话也是把李梅花夫妻俩气得脸跟猴屁股似的。你怎么说？妈，我哪来的钱？家里还有俩孩子要吃饭呢，怎么能把钱全用去给怀建娶媳妇？哪来的道理？哪来的道理？我就是道理。再说了，怀平和淮安是做哥哥的，弟弟娶媳妇，他们出点钱不是应该的吗？赵文慧，你不给也行，我写信去找怀平要，他一定会给的。季怀平身上哪还有钱？可按照他的性子，去借也会借来的，到时候又要省吃俭用还债，还不能缺了家里的花销。早知道李梅花偏心小儿子，可没想到已经到了这种扭曲的地步。爸，您不说句话吗？怀平每月往家里寄钱，想来是没剩下多少了。这样吧，你出100，剩下的200老二出。我只有50，全部身家都在这了，再多只能去卖血，除非你们想逼死我。这50也太少，要不要？不要，我收走了。行行行，李梅花连忙收过，生怕连这50也没有了，成功从赵文慧那扣出50。接下来，他们把注意力都集中在了季怀安和沈以沫身上。怀安啊，就剩下怀建没结婚了，你这个做二哥的，怎么也得出点力吧？别让外头的人听去，弟弟结婚，你1分钱不出，让人笑话。是啊，怀兰，那600块你们哪用得完？就该用在该用的地方。要是凑不齐彩礼钱，这门亲事就要黄了。你这不是害你弟弟一辈子吗？李梅花来到季怀安跟前，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说着自己的不易。哼，钱都在我身上，季怀安就是答应你没门。良久，低着头的季怀安也是慢慢抬头。爸妈，我也是你们的儿子，怀建再不容易，也是个手脚健全的人。我现在这个样子。听到这话，季永福也是面色阴沉，李梅花更是气得脑袋都大了3圈。我算是明白了，你是胳膊肘往外拐，被这个女人迷了心窍，家里的事你是一点不管。我告诉你，今天这钱你要是不出，我们只当没有你这个儿子。呵呵，要是季怀安拎不清，傻愣愣答应，我也就可以准备跑路了。不过既然话说到这份上，这话说的，你们什么时候有把他当做儿子了？还威胁上了，笑死！淮安这些年往家里寄的生活费，你们没少存下吧？这房子、怀建的自行车，哪样没有他的帮助？以沫，算了，我们走吧。见到俩人统一战线，季永福和李梅花更是怒火高涨。淮兰，你怎么变成这副样子？腿残了，脑子也坏掉了吗？相信这个女人不顾自己家人，被人戴了绿帽子都不知道。等哪天她跟男人跑了，剩下你和2个孩子，你才能知道世上只有家人才是最靠得住的。李梅花要不到钱也是急了，什么话都往外说，不管多难听。今儿你要是不听你妈的，不愿意出这个钱，我们季家就当没有你这个儿子。我呸！3天2头除了造谣和男人跑了，还有没有一点新鲜的？
我要跑早跑了，还在这里听你们逼逼赖赖。家人靠得住是不错，可你们是家人吗？这话也有脸说出来，也不知道是谁。俩孙子来家里吃2口饭，都要满村叫骂，真就是造谣就靠一张嘴。我还说你和村里那个癞痢头深更半夜蹲草丛呢。沈以沫这话一出，李梅花惊呆了，气到指着沈以沫的手都在哆嗦。你是人？何燕，你就这么看着你媳妇污蔑你吗？难道不是妈先开口污蔑以沫的吗？爸妈，既然你们这么厌恶我这个儿子，嫌弃我是累赘，那就像你们说的，当没有我这个儿子吧。好，你们都给我滚！从今天起，季家没有你这个儿子，再上我们家来，打断你们的腿，滚出去！爸爸妈妈，狗崽子！老东西，你是不是脑萎缩，想吃屎了？接上集，沈以沫的一脚飞踹也是让在场的众人都惊呆了，两家的关系也是随之彻底破灭。土豆也是心大，前脚刚出门，后脚就又跑去找小花去玩了。沈以沫也是赶紧派地瓜跟过去，别再让土豆白白帮着别人家干活。俩孩子一走，空气也是安静下来。这个世上并不是所有父母都爱自己孩子的，尤其是家里兄弟姐妹多的。不巧，你的家庭就是，所以你才更要认清这个现实。他们都能狠下心把我往绝路上逼，我要再认不清，那不是蠢到无可救药。就是因为这样，你才要更加努力配合治疗。只有重新站起来，干下一番事业，出人头地，才算不辜负自己来这世上一趟，让曾经瞧不起你、抛弃你的人后悔。到时候赚下第1桶金，馋死他们。听前半部分还好好的，直到最后一句，纪怀安嘴角一抽，也是被逗笑了。隔天，沈以沫也是做了一大桌子菜，打算带去给沈北木改善一下伙食，顺便问问宋淑玉省城医院有没有认识的人。妈妈，你又做这么多好吃的，怎么了？有好吃的还不高兴？哇，竟然还有奶茶喝！妈妈，你又买这么贵的喝的？这个不贵的土豆，妈妈最近发现闲鱼有很多省钱神券，奶茶咖啡9块9居然能买2杯，真的特别省。吃喝玩乐我先推荐闲鱼，闲鱼真的太神奇了。这样的，刚才在外面玩，听到奶奶在骂人，说我们家坐吃山空，天天大鱼大肉，早晚有吃完去要饭的一天。要是求到他头上，他会一脚把我们踢出来。我就猜到经历昨天的事，李梅花今天又得到村口去说闲话。妈妈，虽然肉很香，但是不用天天吃，我们可以吃地瓜饭和糊糊，偶尔吃1顿肉就好了。外头的人爱说就让他们去说，至于吃喝方面，你们不用担心，这是我和你们爸爸要考虑的问题。地瓜土豆，虽然我们不能让你们过上锦衣玉食的生活，但是妈妈向你们保证，只要有我在一天，绝不可能让你们饿肚子。你们奶奶想的事，永远不可能发生。沈以沫的话就像一颗定心丸，让心有不安的2个孩子瞬间放下心来，点了点头。就在土豆地瓜吃得满嘴流油的时候，沈以沫来到了知青点。听北木说你家是省城的，对医院有所了解吗？是这样的，我打算带你们姐夫去医院复查一下腿，看看有没有治疗方案。你们姐夫这话也是让宋淑玉脸上一红，眼睛却亮了几分。那真是太巧了，省城医院的骨科主任就是我爸的关门弟子，我可以写1封信，你到时候带去给他就行。只是姐姐，你到时候少提我爸的事。放心，我懂的。同一时间，一辆吉普车也是缓缓驶进了纪家村。请问你们知道季怀安的家在哪个方向吗？众人一听这话，心中也是一惊。这大领导模样的人是来看季怀安的。领导，这就是季怀安的吗？老嫂子你好，我是怀安的老领导，办点事经过县城，就顺道来看看他。哎呦，领导，你可算是来了，怀安命苦啦！好不容易娶了媳妇，也是经常见不到面。自从怀安残了以后，他那个原本就不好相遇的媳妇就像换了个人，成天躺在床上要死要活，不管孩子，不管丈夫。我忙着照顾老大的孩子，没办法天天顾着怀安，平时吃喝拉撒就靠着一个5岁一个3岁半的孩子，那俩孩子饥一顿饱一顿，瘦得像猴子一样。什么？竟然有这样的事？接上集，于政委听到李梅花的话，也是赶紧往季怀安家赶去。地瓜土豆，你们过来看看，这是谁来看你们爸爸了？见到他，土豆地瓜也是小脸一放，可随即想到妈妈说的，还是站起身礼貌地喊了声奶奶。随后兄弟俩齐齐看向一旁的于政委，眼里满是好奇。季连长，您怎么来了？到省城办点事，顺道来看看你怎么样？这段时间恢复的可还行？多谢政委关心，我好多了，在家里看看书，陪陪孩子，倒是难得的机会。这是你们于伯伯。伯伯好。地瓜这一套下来，直接把土豆给整不会了，幸好反应够快，也是连忙跟着学。于伯伯好，叔叔辛苦了，谢谢特意来看我爸爸。这里有炸鸡腿，你们吃，不要客气，来了就和自己家一样，你们尝尝，可香可好吃了。于政委2人也是目瞪口呆，还没反应过来，
手里就多了一个炸鸡腿，顿时哭笑不得。轮椅上的季怀安看着土豆这个显眼包，也是嘴角抽搐。季连长，你这2个孩子可不得了啊！土豆分鸡腿的时候，自动忽略过李梅花，搞得他站在那还挺尴尬的。好在没人注意到他。怀儿，你媳妇呢？大白天的又上哪去了？领导来看望你，一口茶都没。妈妈去看舅舅了，又去接济他弟弟了，成天大包小包的送，也不管家里死活。你们爸爸瘫在床上动不了，总是留你们2个孩子看着，像什么样？奶奶要是看不惯，就自己过来照顾爸爸，你又不照顾，有什么资格说我吗？这小兔崽子！李梅花后槽牙都要咬碎了，可当着领导的面，不得不把这口气咽下去。你们大老远赶过来，还没吃午饭吧？怀安媳妇也不在，正好我给你们做点。老嫂子不用忙活了，我们就是来看看怀安。这时门外响起一阵脚步声，刚才在村口就听到有人在议论，说是有什么大领导来看望季怀安，没成想家里比我想象当中还要热闹。李梅花也在。妈，你们这是在说什么呢？刚才在外头就听说有老领导来看望怀安了，想必就是几位吧？这位是于正美、冯长征。沈以沫得知几人的身份，从容伸出手笑着打招呼。于政委本以为李梅花口中的恶媳妇是个膀大腰圆的老娘们，想不到年纪这么小，和他家里的闺女差不多。俗话说伸手不打笑脸人，即使刚才因为李梅花，心中积攒了不少对怀安媳妇的怨气，可见到沈以沫客气的打招呼，还是给面子的伸出手同他握了握。倒是身后冯长征脸色难看，紧紧盯着沈以沫，尤其是已经到处打听过沈以沫的为人。看到这里，沈以沫哪还有什么不明白，似笑非笑的扫了眼一旁得意的李梅花。妈，既然我回来了，这里就不劳您费心了。您不是还得忙着给嫂子看孩子吗？赶紧回去吧。是啊，奶奶，你不是说过不管我们家的事吗？怎么今天来了？对了，奶奶，我们现在已经分家了，请你以后不要随便来我们家。俩孩子话一出，几人齐齐看向李梅花，神色古怪。那行，我先回去了。小兔崽子，都给我等着。接上集，沈以沫和土豆地瓜的一人一句怼得李梅花哑口无言，也是只能灰溜溜的逃走了。于政委2人也是回过味来，了解到了真相。出大事了！刚才你大嫂冲出来吵架，把你婆婆给气晕了。你婆婆现在准备回梨子村娘家找人来教训你大嫂。什么玩意？气晕了？没事吧？没大事，醒来就往娘家去了。你不知道，你婆婆家里人多，尤其她那个大哥脾气不好。以前你公婆年轻的时候没少吵架，你公公那脾气你也知道。可只要大舅哥一来，就是你公公都不敢吱声。这下你大嫂可惨了，她男人也不在，一个人吓都得吓死。原著里也有这个剧情，只是没想到提前了。按照李梅花不容人的德性，赵文慧和她早晚都有一架的。第2天上午，李家兄弟带着李梅花坐着拖拉机浩浩荡荡的就进村了。那场面好比鬼子进村，在整个村子引起巨大轰动。村口的大爷大妈一见有热闹瞧，也都是往老季家聚集。你说你惹她作甚？哪有一点当媳妇的样？是他先在外面说我的。婆婆说你2句都不行，你哪来这么大脾气？赵文慧出来，赵文慧，你有胆子欺负老人，没胆子出来，出来给个说法。小龙、小梦，你们继续吃，妈妈去就来。你们想做什么？想做什么？你昨天当众教训你婆婆的时候，不是挺嚣张的吗？这会儿怎么没话说了？是他污蔑我，在外造谣在前，这已经不是1次2次了。我只是说他几句，这有什么不对？哪有人把自己家事往外说的？我不要面子，怀平不要吗？你少在这里胡说八道，关怀平什么事？明明就是你故意欺负我，觉得自己丈夫是副营长了，了不得了。我没有，我和怀平一荣俱荣。我要是出什么事，你以为你儿子能舒服？我劝你少在这里拱火。哎呦，你们看到没有？他平时就是这么对我的。这你们还在呢，要是不在，我还不得被他欺负死？你别装了行不？你以为把他们叫来就能占理？你刚才说什么？再说一句，她是你妈，你懂不懂得尊重老人？怀平不在，就由我这个做舅舅的教你。你给我放开！我警告你，你敢动我一下，我马上去报警，把你们都给抓进去吃牢饭。你今天要是跪下来给你婆婆道歉，这事就算了，否则别怪我收拾你。吃牢饭，这是我们自己家的事，你看去报警有没人管你？你做梦，让我道歉？呸！今天就是怀平在这里，我也照打不误。妈妈。妈妈，屋内的小龙、小梦也是吓坏了，哭着冲出来搀扶地上的赵文慧，浑身发抖。我了个豆，这么刺激吗？妈妈，怎么办啊？我们有什么办法帮大伯母吗？帮他？你不是不喜欢大伯母吗？话是这么说，可以前我和弟弟也经常去他们家里吃饭。再说了，以多欺少，奶奶坏蛋，大伯母肯定受委屈。
但是妈妈也说过，要在保全自己的情况下才能帮助他人。现在这个情况上去，似乎也帮不上什么。地瓜是想帮忙，可也没忘记家里卧床的爸爸，就他们母子一起上去也不顶用，他更害怕妈妈出事。我说了，给你婆婆道歉，写下保证书，这件事就过去了，不然我们打死你。打死人？你别太嚣张。太嚣张！你是老纪家的媳妇，死也是老纪家的人，我打死你怎么了？你问问谁敢说话？大妈们其实都是乐见其成，出了这样的事，也算是给自家儿媳妇一个威慑，也都没人吱声。给我住手！接上集，沈以沫突然窜出来的一声怒喝，也是将现场众人的目光都吸引了过来。殴打军人家属可以向警局报案，是可以追究你们的责任，轻则赔钱，重则3年以上10年以下。几位舅舅，咱们是亲戚，我一想到你们要因此赔偿赵文慧，还要面临牢狱之灾，我就良心难安，所以必须站出来告诉你们，千万不能再动手了。李家老大乍一听到沈以沫的话，眼睛喷火，直到最后一句话落下，他脸色也是一变。舅舅，有什么话大家坐下来好好说。现在是新社会，要是让公社领导知道支书的家属在打闹，会不会因此质疑公公这个支书的能力，把他给革职了？所以嘛，有什么话好好说。为了早点回家剪视频，所以我在瓜子二手车买了台宝马，才花了6万6。瓜子每台车都有官方检测，免费提供保险理赔记录，车况一目了然，油车还有2万公里质保。买二手车，瓜子有保障。好了，都少说2句吧，一点小事闹成这样，让人笑话。文慧，你也是，小年纪脾气那么大，非要和你婆婆对着来，她年纪大了，能受得了那个气吗？还有你和儿媳妇计较什么？你们各自赔个礼，这事就这么过去了。让我赔礼？凭什么？是他没大没小骂我在前，你们都帮着他，是不是欺负我娘家没人？还有你沈以沫，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打什么主意，你也不是个好东西。3到淮安分家霸占补助金，哥别让他唬住了。李家几兄弟也觉得被一个小辈吓住了，没面子，脸色一变。你来的正好，那就和老大媳妇一起写下保证书，以后对你婆婆恭恭敬敬，还有老三娶媳妇的彩礼，你们平摊了，不然他们2个老人哪有钱养你们丈夫那么大，就是这个时候出力的。凭什么？再说了，养也是养他儿子，和我有什么关系？没关系，有本事你把当初怀平娶你的彩礼钱还回来。你丈夫现在这没有出息，还不是你公婆的功劳？你干什么了？凡事都得讲道理，我们季家村也不是好欺负的。你们李子村是厉害，但也不能跑到我们村子打人吧？难道就你们村子的男人是男人，我们村男人是软蛋？太欺负人了。本就是单纯来看个热闹的村民们一听这话，心里也是不得劲儿了。你们也别太过分了，那天我家婆娘也看到了，是梅花嫂子乱说一通，人怀平媳妇才气不过的。闭嘴！你们知道什么？关你们屁事！滚一边去！嘿呦，你们还牛上了！知道季家村是姓什么的吗？瞬间，看热闹的人也是将李家几个兄弟团团围住。沈以沫见状，后退了几步，看到铁柱一把拉了过来，去满村喊李子村来季家村打人了，说季家村没男人，都是太监，没骨头。铁柱眼前一亮，点头，接过糖就跑出了老季家。不好了，李子村来打人了，说我们村男人都是太监，软骨头。小孩子的声音就是洪亮，这话一出，就见季家村的老爷们乌泱泱的都冲了过来。打吧！真是反了天了，上我们村里来打人了。我妹妹受了欺负，这是我们自己家的事情，你们连这也要管？是欺负我们李子村没人吗？舅舅，这件事从始至终都是婆婆的问题，你们这么护着她，有理也就算了，可她也没理，将家里的人都得罪光了，你们能护得了她一时，护得了一辈子吗？等以后婆婆瘫了，不能动了，靠的是谁？难不成你们还能像今天一样来找麻烦吗？怎么不能？是吗？30、40年以后，你们还能提着锄头来找我？爸，您说句话啊，爸。行了，大家都散了吧，没大事。随着季永福的提议，双方也是互相道歉，小事化了。但这事也是把赵文慧给气得乳腺生疼。这事确实是我妈做的不地道，欺负大嫂一个人在家带孩子。好在你肯站出来，不然事情还不知道发展成什么样子。只是下次别再这么做了，太危险了。还好你是个正常人。落后的年代，一部分人没有受过教化，习惯委屈媳妇，事事以老母亲为先，没有所谓的道理2字。越偏远的地方越是如此，甚至有的家暴男在打媳妇的时候，婆婆还在一旁加油助威。以后奶奶要是像今天欺负大伯母一样欺负妈妈，爸爸如果不站在妈妈这边，我是不会放过你的。你这小子之前还一口一个坏妈妈，现在就反过来了。我是认真的，你要是敢和奶奶一起欺负妈妈，等我长大以后收拾你。那你可真是个大孝子。最后多说一句，想买车瓜子更靠谱，坐在家里就能挑。接上集，转眼到了4月，天没那么冷了，沈以沫便也带着一家子前往省城去治疗季淮安的腿。
真是钱多烧的，能治好早就治好了，还能等到现在，吃饱了撑的，有那钱还不如拿给怀建娶媳妇，真是自私自利。到了现在，连李婶和张大妈也都不愿意附和李梅花了。经过这几次，村里的妇女们也算看清楚她是什么德行了。可别这么说，有机会当然要试试。再说了，也没花你的钱。是啊，孩子还那么小，靠一摸一个人怎么行？淮安能站起来最好了，你们就等着瞧吧。我看准了治不好，要是能治好，我以后倒立走路。不服气的李梅花放下一句狠话，走远了，身后的一众人也满是唾弃。天底下居然有这样的吗？不行了，我受不了了。别管他了，咱们正事要紧。你们年纪轻轻睡什么下铺？我腰不好，怎么爬到上铺去？你这是要我的老命？不是已经告诉过你了吗？带了下铺是带着孩子睡的，你爬不了，3岁的孩子就能爬了吗？那他呢？穿的还是军装？你是当兵的吧？一个大男人有手有脚的，不懂得尊老爱幼啊！为什么要让？这票也是我们自己花钱买的，每一分钱都是血汗钱，你有什么资格要求我们让？当兵的怎么了？当兵的也不欠你的。地瓜目光如炬，当仁不让，即使周围围了一圈的人，不能在这么多人面前说出爸爸腿上的伤，会伤害到爸爸的。坏人！这位同志，我实在不方便交换，还请你见谅。哼，不方便？你是断手还是断脚？装模作样，还为人民服务的子弟兵都是放屁！可怜我一把老骨头，上半年才扭了腰，行个方便都不能，怎么有你这样的人？这位兵哥，你就让让吧。那大婶年纪不小，说话是难听了些，可你也要体谅她身体不行。对啊，出门在外给人行方便，也是给自己行方便。真是一群圣母，想让的就把自己的位置让给这位大妈就是，没必要到我们面前指指点点。呸！你这人怎么这样？这位女同志，你说话也太难听了吧？大家都是好心。算了算了，我爬都爬上来了，谢谢大家了。这年头还是好心人多，不像某些人。好，我让给你就是了。北漠，帮帮忙。随后大家便瞧见床上身强体壮的男人艰难的起身，双腿无法动弹，连起身都困难。沈北木架起他，拖着走向对面。这下大家也都看清楚了，原来他的双腿没有知觉。刹那间，围在周围的人面露慌乱，不自主地后退了一步，手足无措，心里的愧疚滔天，快要从胸口溢出，几乎说不出话。淮安，你睡这边下铺吧，我带土豆去上铺。这位婶子，你下来吧。而上铺的大妈也已经傻眼了，死都没想到那个男人是个残疾。这看上去好端端的，怎么会这样？这下望着一众人投过来的带着强烈指责的目光，大妈心慌意乱，手都哆嗦了。别让了，我睡上铺挺好的，你快坐回去吧。呆愣在周围的众人也是忽然反应过来，赶忙上去帮着沈北木将季淮安扶了回去。同志，你今天就睡在这下铺，我看谁敢自身。婶子，你也真是的，你说的是人话吗？今天谁要敢对这位军人同志多说一句，别怪我拳头不听使唤。接上集，天蒙蒙亮时，火车便抵达了省城。下车时人挤人，但这次大家争先恐后的上前帮助季淮安推轮椅下车，这下也算是给这平淡的路途增添了一丝色彩。原来是小淑玉的朋友，你们放心，季同志的病情我会关注的。一点感觉都没有吗？术后你没做康复训练吗？对于这种为国受伤的战士，治疗后续都会有补助的，怎么会这样？因为一些事耽误了。主任，您看这……你们也太糊涂了，竟然隔了这么久才来。这样吧，我给开一些检查，等结果出来你们再来找我。躺在床上的季淮安心凉了半截，但有心理准备到也不是很难接受。还好你们平时有给腿部按摩，情况也没想象中的那么差。了解基本情况后，刘主任便给开了一系列的检查。妈妈，爸爸怎么样了？腿可以好吗？还不确定，这不是进去检查了吗？不过医生说了，有希望。那就好。检查结果要不要让你先生也听一听？好。简单来说，季同志的腿因为没有及时做康复治疗被耽误了，如果当时及时去做，或许还有恢复的可能。不过现在也不是没有机会，省城有一家专门做康复训练的，只是想要进去有点难，你们看看可不可以找找关系。季淮安当初手术没多久就回了乡下，到了现在哪里还有脸再麻烦组织？麻烦你了，主任。姐夫，你别担心，我在省城有朋友，我去问问他，看看能不能进那个康复训练的地方。沈北木也是说做就做，把姐姐和姐夫送回招待所后便出门了。当天晚上，他就把好消息带给了沈以沫和季淮安。我去找了建华，听说是姐夫的事，他立马就答应了。我还上何家吃了晚饭，何叔也答应我，明天我们就去康复中心。北木，谢谢了。瞧你说的这话，我们不是一家人吗？
对了，姐姐，建华让我跟你说一声，特别想尝你做的菜，改天有空咱们带着姐夫上何家一趟吧。我就不去了，你们带着土豆地瓜去吧。那好，北木咱们后天就去。第二天一早，沈以沫便带着季怀安前往康复中心，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有专门的医护指导帮助训练，他也很积极配合治疗。姐姐，你记得李老先生吗？记得小时候顾伯伯一条腿中弹伤到神经，就是李老先生扎针扎好的。经你这么一说，我也想起来了，只是现在还找得到李老先生吗？就怕也被下放了。应该不会，他对顾家有救命之恩，明天到何家问一问吧，说不准有消息，那样的话姐夫就有救了。也好，等怀安明天训练结束，我们就去何家。哇，好大的房子，这里面得住多少人？舅舅和你们妈妈从前就住在这。可恶啊，差一点，就差一点，我也可以住在里面了。舅舅、妈妈，你们别难过，等以后我们一定可以住进比这里还豪华的房子。只要明年的大会结束，各地的知识分子都会被召回，恢复原职，甚至补发工资，还有房子大概率会返还。父母都是人才，只要熬过这段时间，一切都会变好。我们走吧。哎呦，你们可算来了！我在家里等了大半天了。上次以沫姐的红烧肉可把我馋坏了。你说你们来就来，还带什么东西？连菜都买了，太够意思了。这就是土豆地瓜吧？长得可真秀气。你们舅舅经常在信里提到。早听建华提起，我就奇怪了，老沈家的女儿什么时候会做菜了？现在我是想明白了，这小子是为了让你们心安理得，所以才这么说的。菜就不用了，我们家也不缺这点东西。接上集，何母话一出，沈以沫和沈北木也是脸色难看。不等他们说话，何建华也是已经对他妈发起了攻击。妈，您瞎说什么呢？人家好心好意买了菜到咱们家，您就这态度，您要是嫌弃，可以一会儿您别吃。切，以为我是那种没吃过好东西的乡下人，见到肉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做点菜怎么了？要不是你爸，他那残疾丈夫能进康复中心吗？慧君，你这是做什么？这就是以沫的孩子吧？来过来，爷爷给你们准备了红包。原本撅着嘴一脸不服气的土豆双眼放光，放在兜里的手已经开始不听使唤。何爷爷，这怎么好意思？你们帮了我爸爸那么大的忙，我们哪还能收您的红包？这么精彩的画面，真想驱车到现场看看。我在瓜子二手车买了台宝马，才花了6万6。瓜子每台车都有官方检测，免费提供保险理赔，车况一目了然，油车还有2万公里质保。买二手车，瓜子有保障。你们外公和我可是多年的老友了，一个红包应该的。你这臭小子，有这么对待客人的吗？让人专门上你家里做菜，有这规矩？何建华也是赶紧拽上沈北木，走，北木，以沫姐，咱们先进屋。以沫姐，你别见怪，我妈就是那个德行，这么多年了，一点也没变。放心吧，我不会放在心上的。行了，你出去吧，这里交给我。没事，我帮你把菜洗好。以沫姐，我能问问咱们一会儿吃什么吗？一会儿你就知道了。洗完菜，何建华就把厨房交给了沈以沫，他也可以毫无顾忌的大展身手，一会的功夫就做了满满一大桌子的菜。饶是对沈家姐弟有成见的杨慧君也都目瞪口呆，但一想到刚刚说的话，也是只能干咽口水。以沫啊，以沫，真是看不出来你还有这手艺，你爸妈要是看到，不知道有多得意。我出去一下。没事儿，别管他，让他出去转转，一会儿就回来了。爷爷您快吃，我妈妈做菜可香了。这话直说进何立业的心里，也是意味深长的扫了眼埋头苦吃的何建华。你小子要是心思没在工作上，就给我找点娶个媳妇，生个孙子给我玩。再说，我还小。几人吃得其乐融融，都在闷头干饭。这时门外忽然传来一阵脚步声，引起大家的注意。抬头看去，便见几人朝屋里走来。姐姐和弟弟来了，怎么不和我说一声？是沈梦。沈北木赶紧看向姐姐，怕她失态。可令他意外的是，沈以沫并无一丝愤怒，笑容都不曾变化。不仅如此，还拉了拉他的胳膊，用眼神示意他冷静坐下。被抢了未婚夫的姐姐都能如此，我还有什么可生气的？以沫北木，好久不见，你们怎么来了也不告诉我们一声？住在哪啊？陪丈夫来看病的，不好打扰。哪的话，咱们不是一家人吗？这是天明，我的儿子，天明快叫人。舅舅、姨妈。地瓜和土豆对视了一眼，也是赶紧开口。小姨，乡下泥腿子的孩子，这辈子已经注定，看着富瘦嘎嘎的样子。哟，张妈的手艺见长啊，这桌子菜都比得上宴席了，我可要好好尝尝。不是丈妈做的，是以沫做的。我这公主身子丫鬟命的堂姐，什么时候会做菜了？哼！现如今从小像小公主一样养大的堂姐，也干起了保姆的活儿，可怜啊可怜！
姐夫来省城看病是哪不舒服吗？听说姐夫在拍雷的时候被炸伤了腿，这可是要命的，现在还能下地走路吗？你对我们家的事还真是一清二楚。这边火药味正浓，另一边徐红打量着土豆地瓜兄弟俩，竟不自觉地看出了神。奶奶，您一直盯着我和哥哥做什么？此话一出，顿时引起大家的关注。我只是看这俩孩子和天明有些相像，还真是巧。最后多说一句，瓜子6万6就能买宝马，买二手车，瓜子有保障。接上集，徐红的一番话也是让沈梦脸色难看，觉得晦气。亲戚间有些像也是正常的，外甥像就。闻言，徐红也不好再就这个话题说下去。饭后，沈以沫正打算告辞，姐姐别急着走啊，咱们姐妹好不容易见面，怎么也得坐下来聊聊。不如这样好了，上我们家去。沈北木见状也是脸色铁青，也是看穿了他想要显摆的心。这么浅薄的女人，也不知道顾怀光是瞎了哪只眼。沈北木一忍再忍，看在顾家往日和自家交情上，这会儿忍不下去了，刚要开口，又被沈以沫摁了回去。李老先生，好啊，许多年没登门拜访了，是该去看看。可惜今天来的匆忙，没给伯伯伯母带礼物，还望见谅。哪里的话，你们到家里什么都别带，自己家人说这话。上奶奶家玩去，奶奶家可多好吃的。地瓜和土豆虽然人小，可从小看人脸色，沈梦打的什么主意，他们哪里会不晓得？看舅舅和妈妈没有拒绝，也是任由徐红牵着他们出门。姐姐和弟弟在乡下这些年，应该很久没吃城里的东西了吧？孩子们也是跟着你受苦了，快尝尝。什么城里东西，一点没有我妈妈做的好吃。小姨，你为什么这么说话？我在村里，妈妈天天做好吃的。你这孩子懂不懂礼貌？到人家里做客，能这样不礼貌吗？这么精彩的画面，真想驱车到现场看看。我在瓜子二手车买了台宝马，才花了6万6。瓜子每台车都有官方检测，免费提供保险理赔，车况一目了然，油车还有2万公里质保。买二手车，瓜子有保障。沈梦本想拿兄弟俩的家教做文章，没想到沈以沫先开口教训孩子了，倒让他说不出话。这沈以沫什么时候变得这么难缠了？从前蠢的要死，一句话都懒得争辩，心高气傲的，以为自己是什么大小姐。爸爸妈妈平时都教导我们要知礼守礼，弟弟你怎么能这样？快向小姨道歉。小姨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就是你说话不好听，我不舒服，所以才说的。听到这话，沈梦心里也是恶心了半死，而一旁的徐红则是惊讶地看着兄弟俩。没想到在乡下，沈以沫也能把孩子教得这么好，道什么歉，都是自家人，你们小姨还能和孩子计较不成？雪片糕不好吃，就尝尝这个桃酥。谢谢姑奶奶。伯母，记得小时候顾伯伯上战场腿部中弹，是李大师扎针给扎好的。我想问您是否知道李老先生的住址？李老先生。是了，你丈夫腿有伤，这你可算问对人了。一会儿我写个地址给你们，你们姐弟从小在省城长大，想必是用不着我带路了。稍等片刻。不过李老先生闭门谢客已有10年之久，要不是因为这，他怕是早就名节不保，和你爸妈一样。算了，不说这个，能不能说服李老先生，就看你们自己了。这俩孩子我真是越看越稀罕，又聪明又乖巧，可比我家那个皮猴子讨人喜欢多了。姑奶奶，我也喜欢你。哪里的话，土豆不知道多调皮，我看天明才可爱呢。对了，你们还是第一次来小姨家里，小姨带你们参观参观可好？地瓜看破一切，知道他想显摆。好啊，那就麻烦小姨了。不麻烦的，我带你们上去，给你们介绍吧。这是钢琴，爷爷专门买回来给我练习的。妈妈说可以培养气质，等着我给你们弹一首小星星。怎么样，奶奶，我也很厉害吧？当然，我们天明最厉害了。弹得很好听，但是没什么了不起的。我哥哥还会签字文呢，一字不落背下来。你会吗？弟弟，地瓜不满地瞪了土豆一眼。这兄弟俩一个爱显摆，一个爱低调，性格真是相差巨大。天明，抱歉，我弟弟他太没有礼貌了。土豆说了，就证明哥哥真的会。我们天明也学过千字文，正好来比比。这样就让天明先来吧，别说欺负你。钢琴是妈妈强逼着学的，千字文和三字经也是一样，可那个千字文又长又难记，几个月前学的，我早忘记了。可在这么多人面前，要说自己不会，太丢脸了。还是算了吧，孩子这么小，没必要比这些。天色不早了，我们姐姐是怕了吗？姐姐小时候学习可是一直被老师夸奖，没道理儿子就不会学习吧？孩子们越小越是要比，不然长大了比得过谁？天明，对。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尘苏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闰
润。日月银子字哪去了？妈妈，我不会了。笨死了。沈梦憋火，只觉得在沈以沫面前丢脸，比杀了他还要难受。小姨，你别骂天明了，别了。我儿子背不出完整的，这个小贱种就可以了。我骂天明是因为他不认真，我骂我的，你背你的，还是说你不会，自己不会，借天明做由头，这可不是好孩子能干出的事。还是说你妈妈平时就是这么教育你的？地瓜脸色难看，怒瞪沈梦，没有再劝一句，涉及妈妈，他一刻也忍不了。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银甑，陈列袖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日余成岁，绿缕调扬，云腾致雨，露结为霜，金生离水，玉出昆冈，剑号巨阙，珠成夜光。看着地瓜的背诵，沈梦的脸色也是变化个不停。徐红同样感到不可思议，这么小的孩子居然能背出千字文，多少大人都读不通顺。站在一旁的土豆则是满眼崇拜地看着地瓜，早就将钢琴抛之脑后。还是我哥哥厉害。结束后，沈以沫也是拉过俩孩子，马不停蹄出声告辞。等着吧，沈以沫，我是绝对不会让你成功请出李老先生的。最后多说一句，瓜子6万6就能买宝马，买2手车，瓜子有保障。接上集，眼看着姐姐一家4口都在省城安顿下来，沈北木也是踏上了回村的火车。这盒饺子你带着路上吃。姐姐，你这也不方便，还给我打包这些。你别管，回去以后还是按我说的，少卖力干活，养精蓄锐，抓紧读书。姐姐你放心吧，我会记住的。地瓜土豆再见。坐在位置上，捧着冰冷的饭盒，沈北木心中也是一阵触动。咦，这是？送走沈北木，沈以沫带着2个孩子一刻也不停地照着徐红给的地址，来到了李老先生的住所。妈妈，要是那位李老先生不愿意给爸爸治病怎么办？我都想好了，要是他不同意，土豆你就立马跪下来。随即沈以沫就在土豆耳边说了几句。妈妈，你这样可不对，我们应该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好好劝说李爷爷，怎么能让弟弟这么做呢？沈以沫和土豆对视一眼，两人同时抬头看天。妈妈，你不能这样教弟弟的，做事不可以用邪门歪道，这样是打动不了人的。好，那就听你的。妈妈先劝说李爷爷，他不愿意，你再晓之以情。要是你也说不动，再让土豆出手，成不？你果然来了。你有事？我能有什么事？只是听说你要找李老先生给你那残疾丈夫治病，来瞧瞧热闹罢了。一想到那日沈以沫的儿子背诵超过我的儿子，便气得睡不好觉，都已经沦落到这样的地步了，居然还能赶超我的天明，想要治好腿，下辈子吧。原来你喜欢瞧这种热闹，不愧是你，从小心眼子就坏，到现在还是一点没变，踩着我们家上位还不够，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什么叫踩？是你爸不老实偷藏禁书，我举报也是为民除害。像他那样的下九流，即使没有这件事，也该是猪牛棚的命。恬不知耻，要不是我爸妈，你能上学读书识字，早就在乡下被你爸妈卖给别人做童养媳了。做人懂得感恩是最基本的吧？你是个人吗？我不想和畜生说话，你滚吧，别逼我继续扇你。你凭什么打我？你是什么身份？我是什么身份？现在一切可都颠倒过来了，可怜虫是你。随即沈梦便抬手要把刚才的耳光还回去，可沈以沫的反应比他还要快，一把捏住他的手腕丢向一边。实话告诉你，我刚才已经进去见过李老先生了，我告诉他你是臭教书的孩子，他要是帮你就是助纣为虐。李老先生也说了，不管你是什么人，他都不会出诊的，你死了这条心吧。呸，坏女人，你一定会遭报应的。小泥腿子，一辈子种地的命，就你爸爸那个残疾，一辈子待在轮椅上吧，拖都拖死你们一家，这辈子别想翻身。神经病，我爸爸才不是拖累，像你这种没有人性的人，早晚会遭到报应的。听这话，前头的沈梦脚步一滞，也是笑容消失，回头狠狠瞪了地瓜一眼，加快脚步离开。俩孩子都被气得不轻。沈以沫带着他们平复了一下心情，才去敲响李老先生的家门。进来吧。李老先生，想必您对我还有些印象，我是沈家的女儿。你不用说了，我知道你的来意。李老先生，我知道冒昧，可我还是想尽力一试。是啊，爷爷，求求您帮帮我爸爸吧。接上集，只见土豆双手合十，满眼恳求。什么都别说了，后天把人带来，我帮你瞅瞅就是了。李老先生的一句话，也是直接让一大两小都愣在了原地。您怎么答应的这么爽快？真的假的？刚才沈梦说的那么笃定，我还以为要费一番功夫呢。怎么，你这是不想看了？不，怎么会呢？后天我一定把人带来。既然这样，我就不多做打扰了。等等，
拿走。爷爷就收下吧，这是我们家的一点心意，不值几个钱。我们家虽然困难，可也没有困难到那种程度，小小意思，不成敬意。看着土豆老油条的样子，沈以沫也是嘴角抽搐。提不提走？不提走我丢出去。刚才那个爷爷怎么奇奇怪怪的，礼品都不要，也太不礼貌了。能人有点个性很正常，倒是你土豆哪学的刚才那一套？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吗？爸爸说这是会来事。儿子，你知道你自己刚才有多谄媚狗腿吗？妈妈，可你之前还让弟弟跪下来认干爷爷，不是你教的吗？哪有的事，一定是你记错了。可是妈妈，确实是你说的，撒谎是不对的。不过我还真有点想不明白，为何沈梦那般笃定，最后李老先生还是愿意冒着风险出诊呢？那位顾太太用她的司令公公来压我，我行医半生，岂是吓大的？再有，你们在门外的对话我都听到了。看来这沈梦是激起他老人家的反骨了，说不定我还得谢谢他，要不然我还真不一定能请出李老先生。拖得太久了，我也只能尽力一试。最重要的是病人是否有那个信心。还请老先生尽力一试，哪怕有一丝希望，我都不会放弃的。好。片刻后，季怀安的腿上扎满了密密麻麻的银针。有什么感觉？有点热热的，情况比想象中要好。你的康复训练不要断，也得切记不能操之过急，否则只会适得其反。李爷爷不愧是当世名医，多少疑难杂症到您手里都小菜一碟，难怪顾伯伯他们也得想方设法找您看病。拍马屁的话就不要说了，我给你开个方子，拿回去吃一段。随即便取出笔墨，行云流水间，一副完整的药方完成，递给了沈以沫。旁边安静的地瓜也是不知何时出现在身边，一眨不眨的盯着，看他那眼巴巴的样子。沈以沫将药方递给了他。真是没想到这个中医这么厉害，写的这么一手好字。你小子怎么看得懂药方？不是，我只是觉得先生的字好看。你倒是说说，哪好？像是村里小溪的鱼儿游过时的优美身姿，很漂亮，我很喜欢。先生莫要见怪，孩子口无遮拦。我儿子说的真牛逼，我5岁的时候哪知道什么优美身姿，只知道去田里抓蝌蚪。以后抽空陪你爸爸复诊的时候，我可以教你毛笔字。真的吗？地瓜惊喜不已，眼里的求知欲和那种对知识的渴望让杵着的沈以沫和土豆都不敢直视。你呢？有没有兴趣和你哥哥一起学？什么玩意，我玩都没时间，还找上门学习，这不是找罪受吗？爷爷，我脑子不聪明，还是不要惹您生气了，我就不学了，我陪着妈妈。原本就是顺带的土豆，但是一看他这害怕的模样，李老爷子反而来劲了。没关系，一头羊释放，2头羊也释放，你和你哥哥一起大。不是吧，爷爷，我才3岁半，我笔拿不稳，我可没有兴趣学那些鬼画符。那就从握笔开始。坑弟啊！沈以沫一瞅，还有这么好的事，哪里有不支持的道理？那就麻烦李爷爷了。地瓜土豆还不叫老师？老师。接上集，下半身被扎成刺猬的季怀安看着孩子拜师，紧绷的神经也跟着放松。不多时，针全数卸下，就诊告一段落。李老先生又仔细叮嘱了一番，便打算放他们回去。李老先生，这是我包的一些猪肉饺子，刚做出来了，带给您尝尝鲜，评价1、2。不是说了不让带东西吗？拿走拿走。爷爷您就尝尝吧，我妈妈的手艺可是打败过国营饭店的厨师，吃过没有说不好吃的。是啊。那行吧，既然送来了，我就尝一尝，下次可不许再拿东西了。我平生最不喜欢这一套，这次是饺子，下次就是钱。要不是看在小季是军人的份上，我说什么都不会帮你们的。看来李老先生不是重口腹之欲的人，下回还是不要带了。我的妈妈嘞，什么饺子这么好吃？话说早了，吃了一口发现还真有点饿了。正好你去厨房给我拿点醋来。随后便见之前严厉拒绝的李老先生坐在桌子上大快朵颐，一口一个，不到10分钟，20个饺子就进了他的肚子。你这丫头就煮这么些，喂鸟人？这下可把地瓜和土豆看得一愣一愣的，都不大能理解老师的脑回路。您要是喜欢吃，下回我还给您带。行，我要吃韭菜馅的。我先声明，不白吃你的。小季的药材我也包了。瞧您这话说的，怎么能叫白吃？您给怀安扎针就要花费大量时间，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了。不过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不收好像不给您面子一样，那就按照您说的。脸皮还和小时候一样厚。您记错了吧？那什么，我就不多做打扰了，下次复诊的时候再来。
爸，您是不晓得，沈以沫的那2个乡下孩子都比天明厉害，那么长的千字文一字不落背下来，我们天明落后太多了。今天说什么也要让李老先生同意收天明做徒弟。你这是为了让李老爷子教导天明吗？还是看准他新上任的市长侄子来攀关系来了？爸，你就帮帮忙嘛！上次让你帮我闺蜜刚毕业的孩子找的工作，你死活不帮忙，这回你必须得帮我。我不是让你用 AI 面试了吗？边聊天边求职，效率超高，而且24小时不回复平台直接赔付。58同城找工作上岗快，现在毕业季民企全天直播招人呢，而且平台实地核验过的普工工作超多，有保障还放心，工作搞定还能找房东直接租房，很方便，试试可成58同城。爸，天明是您唯一的孙子，难道您就忍心看他连乡下孩子都不如吗？前2年人李老爷子落魄的时候，我让你送点东西，你都不愿意来，现在上赶着让人怎么想？爸，算了，先去吧。姐姐，原来真的是姐姐，我还以为认错了。小莫，原来真的是你，我听你伯母说你带着丈夫来省城看病，还想着什么时候叫你回家吃顿饭。可别，我现在最怕上这些人的家里了，这1个月刻意回避，也是没成想能在李爷爷家门口撞上。等过一段吧，我带着2个孩子也不得空。这位想必就是你的丈夫了吧？听你伯母说也是军人，好样的。沈梦，你看这位同志和淮阳是不是有些相似？是有些像，但是爸，国家那么多人，有几个相像的不是很正常吗？小兄弟，你是哪里的人？父母身体可好？大阳县季家村的人，父母身体都健康，多谢首长关心。父母都健在，不是孤儿，那就没有可能了。姐姐求了1个月还不死心呢？我不是告诉过你吗？李老先生有言在先，不会再出诊了。你这3天2头过来死缠烂打，打扰了先生休息怎么算？沈同志，我们家的事就不劳你操心了。姐夫，我原本还想看在亲戚关系的份上，借着爸和李老先生的交情，让你们进去见上一面，说不准李老先生就松动答应给你治腿了。不过既然你都这么说了，算我自作多情了。沈梦，你怎么说话的？行了，季同志、小莫，你们跟我一起进去吧，我和李老说说你们的事试一试。你们怎么在这？接上集，推门进来的沈梦看到坐在书桌前的土豆地瓜，也是一副见了鬼的神情。你们怎么在这？你都能在，我和哥哥为什么不能在？弟弟不能不礼貌。李老，这俩孩子怎么在您这？这俩孩子在那，需要向您报备吗？名字一出，也是把沈梦脸色吓得泛白。李导，年轻人不懂事，别理他。看看我这孙子，有一段没见了。早知道不该带这个沈梦出来，一到关键时候就掉链子。哼，你这儿洗好大的派头，上个月居然跑到我这里，威胁我不让我给莫丫头的丈夫治病。公公是首长，果真是好大的派头，把我这个无权无势的老头吓得冷汗直冒，整宿睡不着。越来越没规矩了。李老是我们家的救命恩人，轮得到你这个小辈指手画脚，愣在这做什么？还不快点过去道歉！李老先生，是我说错话了。土豆，认真些，别看热闹了。姐姐和李老认识，自然都没有告诉我一声，亏我还在想着怎么求李老给姐夫治病。哎呦喂，沈同志，我没听错吧？这时沈梦才记起上个月他才来过，不让李老给季淮安诊治的事，也不禁老脸一红，半天说不出话来。李老，我们之间应该存在误会，不过我看到地瓜和土豆在这，您是在教他们读书认字吗？也不算教，他们自己做那就能写一天。李老先生，您看天明怎么样？我们天明从小受艺术熏陶，一定不比乡下小子差。您看您1个也是教，2个也是教，能不能把我们天明顺带上一起？小姨，我哥哥可比天明聪明多了，你忘记了吗？上回背书还是我哥哥赢了，你说我差可以，但是不能说哥哥。干得漂亮，土豆。行了，土豆，在老师面前这么没规矩，像什么样子？你等着我回去收拾你。凭什么别人就可以说我们，我就不可以反击？一个3岁孩子他知道什么？别人能说他，还不允许他说回去了。李老先生说的对，是我做错了。行了，你走吧，我懒得和你废话。李老先生，我是有错，可天明是无辜的。你少说2句吧，既然李老不愿意，回头把天明送学校去就是了。顾婷此话一出，沈梦也是没了脾气，只能狠狠瞪了一眼沈以沫。随后顾婷也是和李老先生简单的叙叙旧，唠了会家常就离去了。时间飞逝，季淮安在中西合璧的治疗下，效果也是显著，已经可以站立拄着拐杖走路，只是另一条腿依旧没有知觉。而另一边的沈以沫也是在县城的黑市混得风生水起，赚得盆满钵满。妈妈，我不想去给顾天明过生日。土豆，妈妈已经拒绝了1次了。顾爷爷对你们这么好，这次他亲自来邀请，可没办法拒绝的。咱们到时候吃完饭就赶紧溜。姐姐来了。
地瓜土豆，我新学会了一首曲子，你们上来，我弹给你们听。以沫，这位就是你的丈夫吧？注意到轮椅上的季怀安，徐红笑着上前，不经意一瞥，笑容凝固，有些不敢置信。顾伯母好，我起身不太方便，抱歉。同志，你今年几岁了？怎么又是这种奇怪的问题？我27了。27。这时，徐红肉眼可见的激动，沈以沫也是察觉出什么，眉头一皱。伯母是想到怀光哥了吧？原主小的时候，顾家丢失了一个孩子，徐红还因此患上了抑郁症。孩子，你父母都健在吗？小时候，妈，您瞎说什么呢？他怎么可能是大哥？我特意和姐姐打听过了，姐夫的爸妈都健在。可笑至极，季怀安还能是顾怀光不成？天底下哪来这么巧的事？我没有，不关我的事。听到土豆的声音，轮椅上的季怀安脸色一变，下意识要站起来。没事，你坐着，我去看看。接上集，沈以沫听见土豆的哭声，也是赶紧向楼上跑去。土豆，你完了！这是我爸爸从北京带来的八音盒，你家砸锅卖铁都赔不起。是你要我看的，我伸手去接，还没拿到，你就放下来了，不关我的事。你胡说，明明是你自己没拿稳。我看到了，确实是你自己提前松开的。季清泽，你是在袒护你弟弟吗？这里是我家，你还想耍赖？真的不是我都没拿到。这时沈以沫等人也是上来了，正好看到这一幕。土豆地瓜，没事别怕。哎呀，这可是在北京友谊商店买来的八音盒，怎么给砸坏了？这可是你爸给你的生日礼物，有钱都买不到的。你这孩子怎么回事？不懂得珍惜。妈妈，不是我，是土豆摔坏的。这下小小的土豆也是立马成了众矢之的。不是我摔的，是天明说要给我看看，递给我，我伸手去接，但是还没有拿到那个盒子，他就自己摔到地上了，我都没摸到他是什么样子的。妈妈，真的不是我没有摔。妈妈相信你。真是奇了怪了，就从手上掉下来那么近的距离，这盒子就坏成这样了。算了，也不是什么大事，想来小孩子也不是故意的。今天天明生日，快点下去吃饭嘛，别一会儿饭菜都凉了。哇，这可不是八音盒的问题，是谁在说谎的事？八音盒是小，我们家也不是经不起损坏，但这是怀阳给天明的生日礼物，这样不明不白的坏了，不给孩子一个交代，让他怎么把这个生日过得开心？张妈，我问你，你上来的时候看到什么了？我走上来就看到两个孩子在争执，好像是土豆要抢天明手里的东西。地瓜上去帮土豆拉扯着，天明手里的八音盒就摔倒地上了。什么？听到这些，徐红脸上的笑容也是消失。你们说谎了？没有，我没有撒谎，是他撒谎。你们联合起来欺负我们。哟，小孩子人不大，脾气还挺大，也不算什么大事。这八音盒虽然够你们家里吃上大半年的，可谁让我们是亲戚？只要你们向天明赔礼道歉，这事就算了，不然就赔钱。赔钱？我真的只要道歉就可以了吗？还不承认你撒谎？又穷又满口谎言，真是无可救药了。你外公外婆好歹书香门第，居然有你们这两个外孙，要是让他们知道了，怕是会气死。我够了，土豆别怕，一个八音盒没什么的，我们家还不差这些。如今大平层里的积蓄早已破千，区一个八音盒没什么了不起的，更别说不是土豆摔的。吹牛谁不会？姐姐怕不会是待在乡下把脑子呆傻了，不知道八音盒的珍贵了吧？一口一个乡下，你不是在乡下出生的？狗尚且不嫌家贫，往上数3代，谁家不是乡下的？才吃了几年城里饭，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八音盒又不是泥塑的，小孩子的高度掉到地上就摔坏了。真当我傻？什么？你还真是没完没了。当年那场举报还不够是吗？吃完饭把锅端走不给别人吃的人我见多了，像你这样还要拉一泡恶心人的，我还是第一次见。她已经一无所有了，嫁给那样一个残疾，她怎么还敢在我面前叫嚣？你……沈梦气得发抖，指着半天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发生了什么事？接上集，在外面听到声音的顾婷也是走了上来。到底怎么回事？呆愣在旁的张妈迅速反应，也是将孩子们发生的争执又讲述了一遍，当然免不了添油加醋。我以为多大点事，就一个八音盒。婆婆妈妈，爷爷，他们欺负我。先前还有些心虚来的顾天明，直到听见妈妈和张妈的话，也是有种莫名的自信，似乎真就是像他们说的那样，八音盒不是他故意摔的，一切都是土豆他们的罪责。是吗？你敢对着你爷爷还有党和国家宣誓，你刚才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吗？我在场的大人也没有傻子，看到这里还有什么不明白？这沈以沫什么时候变得这么难缠？这种话都说得出来？顾伯父、顾伯母，
我想事情很明白了，就是我这位好堂妹对我心怀怨恨，迁怒到孩子身上罢了。真是没想到，检举的事过去这么久了，在堂妹的心里还是过不去，想来是要我们一家彻底死绝了，你才能安心高枕无忧，什么仇什么怨啊。顾天明，看你干的好事，我们平时就是这么教你，到底怎么回事？你说。看到这么精彩的地方，手机没电了，太影响我给大家点击视频了。还好我提前在线上买了手机快充线，快充不伤机，而且这一个不到9块9，比线下店里便宜多了。还有这些实用好物，都是我在抖音商城秒杀频道买的。想入同款点商城，进入秒杀频道或者点评论区就能买。最近还有很多限时优惠券发放，抢到就是赚到，快点评论区看看吧。我不是故意的，是他们讨厌，我不想看到他们。哎，算了吧，今天是他的生日，改日再好好教训。还改日？不是1回2回了，小年纪就会资本主义那一套，你想做什么？我看是该送到香榭去改造。还有你，别以为我不知道，都是你在背后教唆，眼皮子浅成这样，早知道有今天，我说什么也不会让你进顾家的家门。我就知道这些人从始至终都看不起我，他们就是喜欢沈以沫。爷爷，别说妈妈，是我的错。眼看事情越演越烈，沈以沫也都跟着头疼了起来。看来日后还是和顾家断了往来好一些，这是你们的家事，我无心参与。顾伯伯，我只希望顾天明能向土豆还有地瓜道歉。顾天明，听到没？还不上去道歉？对不起，地瓜土豆，是我做错了，算了吧，没事了。好了好了，孩子都说没事了，今天大好的日子，不如等天明生日过了，你再好好罚他一顿，让他知道厉害。另一边，坐在楼下的纪怀安也是心急如焚，听着上头的动静，脑子里不断浮现妻儿受辱的画面，挣扎着站起身，艰难的挪动步子，只是拖着另一条腿，始终难走动。一番折腾焦急，额头上也是布满了汗水。这时候，楼梯上方传来响动，纪怀安也是从下方往上看去。妈妈，